02年我名牌大学毕业，全村人却都嘲笑我爸，只因毕业不包分配，大学不如中专，上班不如进厂。我揣着家里砸锅卖铁的5000块钱，孤身南下，只因我知道大基建时代来临，房地产事业即将蓬勃发展。刘洋，我们分手吧。国家奖学金，专业前10又怎么样？哼，刘洋，这些你引以为傲的废纸，在这个无比现实的社会面前，一文不值。听说你妈给你找的那个相亲对象，在金陵有3套房。刘洋，你看样子已经成了，不然不会这么理直气壮的来分手，用自己的青春换金陵3套房，不错，走好。刘洋再也没有回头，他没必要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，而他的冷漠让苏小曼有些愤怒，他没有看到他想要的痛苦、心碎，甚至祈求。恒大的恒星计划是条路子，不包分配又怎样？现在正是基建的蓝海时代，只要南下拼搏，早晚别墅靠海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杨洋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6月底才毕业吗？看着家里这平图四壁的景象，刘洋心里只有深深的愧疚和心疼。4年含辛茹苦供出我这一个大学生，到头来1个月工资8。去代销店叫你爸回来吃饭，到现在还打牌，像什么话？听说你儿子出息了，重点大学包分配以后，你可不就是老太爷了？嗨，那是老黄历了。现在大学生不包分配，还不如我家娃在电子厂打螺丝，1个月给家里7、8百呢。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就行。他读的书比我多，终究比我强。润滑书，牌九玩的大，别再把去年卖粮食的钱都折进去。爸，回家吧，妈已经做好饭了。洋洋啊，要不要三叔给你介绍个活儿？我侄子在广东电子厂当个组长，能给你找个打螺丝的活。那抱歉了，三叔，我和工大的文凭，一个电子厂的流水线，还真装不下。现在的后生一点都不知道尊老爱幼，读这么多书都读狗肚子里了，我看你有什么出息？耳边其他村民的附和声此起彼伏不断，但是父亲始终沉默不语，轻视与嘲讽，他们只会让决心烧得更旺。爸妈，有件事情我要说，我想去粤市，不管干啥，我一定得混出个人样来。儿子，我说过，你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就行。你读的书比你老子多，做事也绝对比你老子强。这事情我和你妈早就准备好了，5000块不要省着用。看着手里的5000块，零零散散，刘洋说不出滋味。这5000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工地搬多少砖头，也不知道自己母亲得抡多少锄头。爸妈，这5000块，我发誓，这是我跟你们要的最后的一笔钱。这次去广州，我一定要混成个人样来。我说了，你比我强，只管放手去做。千言万语汇聚在喉咙，刘洋只是端起手中的酒。爸，今天是我敬你这杯酒，但是以后我会让更多的人敬你酒。好，爸等着，等着享你的福。环达地产粤市，我来了。口罩戴着，听说南方最近有什么流感，还是肺炎来着，听着怪吓人的。只是换季的流行感冒而已。我儿子哪有这么娇贵？去了南边机灵店，别被人骗。的谨慎，从报纸的一个的角落，刘洋注意到了一个信息：
这种新型流感的传播速度竟然这么快吗？加上越是人口流动性高，看样子过不了多久就要大规模爆发，我得早做准备。2003年大年初10，非典爆发前夕，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暴马上就要来了。老板，500毫升的8·4消毒液和无纺布口罩怎么批？消毒液1块5，口罩5毛，怎么拿个2、3瓶回出租屋用啊？我拿10箱消毒液，外加5000个口罩，现货马上拉走。5000个，靓仔，你没发烧吧？花这么多钱囤这破烂玩意儿干嘛？5000块父母的血汗钱，瞬间投资一半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真防疫板蓝根只能是安慰剂，消毒水和口罩才是硬通货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你就说这生意做不做？少1分钱，我立马去对面。别急，靓仔，我卖。囤完货，刘洋回到市中心的出租房。对于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，这个开销确实奢侈了。但是对于一个刚来到粤市而且怀揣大量现金的外地人来说，是个最为保证自己安全的地方。该省省，该花花。现在就是我逆袭计划的第2站，恒达地产。作为房地产的黑马公司，无论如何我也得面试上。你好，请问找哪位？我找徐总来面试的。刘洋这身廉价西装和过于成熟的气场，让前台小姐一时间难以分辨他的身份。您好，我找徐总来面试的。您这边请，徐总和2位副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徐总，您这边请。那位高级工程总监可是我花了大人脉才挖到的，保证让您满意。说多的没有，我要的是能解决工期问题的人。丽丽，怎么搞的？我们今天面的是年薪30万的工程副总，你怎么放了个毛头小子进来？明天不用过来了。面对这位公司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经理，刘洋不仅没退，反而大步上前。徐总，年薪30万的总监未必能解恒达现在的渴，但是我可以。好大的口气！一个刚毕业的应届生也敢跑来充大尾巴狼，老老实实画图纸去。河工大应届不错，可是我们招的是有经验的项目工程师。徐总，我能让金碧世纪花园项目主体工期提前至少15天。好啊，现在吹牛都不打草稿了，来说说你怎么提前？靠工地那些老掉牙的人情世故。杨总，这套早就过时了。我要建立的是一套绝对的标准化现代化工程管理体系。事前图纸防雷，事中3检卡死，事后铁腕复核，质量不达标直接砸了重做。谁敢求情，就让他和包工头一起滚蛋。徐家印顿时头皮发麻。作为土木人，他很清楚工地长的江湖，他也未尝不想做出改革。好小子，有点东西。但我恒达现在最头疼的是金碧世纪花园项目进度严重滞后，换做你怎么抢工期？2个字，砸钱；4个字，穿插施工。主体结构只要没塌，砌筑和装修就给我直接跟上，不要等。只要资金到位，我能让金碧花园3个月内拔地而起。当年拿地，当年开盘，当年资金回笼，这就是我要为恒达打造的极限高周转模式。好一个当年开盘！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以你的工作能力，在你们当地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不成问题，你为什么冒着风险南下粤市呢？刘洋根本没有想到，面试的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这个，无关技术，无关背景。无名小卒还是扬名立万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恒达地产怎么样？如果恒达只想做粤市本地房企，现在的模式很成功，但如果要布局全国，必须转型。转型？说具体。从小面积、低价格模式转向打造高品质、高性价比的精品住宅。一句话，精准刺中掌舵者最深层的战略焦虑。4年扎实的专业底子，加上对行业的持续关注，正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生化学反应。黛玉，你跟他说说。你是恒星计划最后一名校招生，试用期半年，月薪2200，转正3000，五险一金齐全，有项目奖金和年终奖。谭总，如果试用期表现出色，转正时间能提前吗？只要能力够，工作出成绩，1个月转正也行。谢谢徐总。不争眼前蝇头小利，直指弹性发展空间。职场新人的第一课叫价值置换。刘洋，上车。金碧华府这片地段，迟早是整个城市最值钱的地方。做工程的人看的不只是图纸上的尺寸，还有脚下的土地正在生长的未来。不错啊，咱们糙汉堆里出了个干净的。王总过奖了。走，给你接风。谢总和郑总也去。省建工的项目经理和技术总工第一顿晚饭恐怕不会太轻松。刘工年轻有为，以后多多关照。刘工是学土木的，哪个学校？河工大，以后还要多向谢总、郑总学习。刘洋是徐总特招进来的，有想法。
来，欢迎刘公加入，以后咱们通力合作。甲方新人与乙方老江湖的第一次碰杯，看似和谐的饭局，底下是无声的试探与化解。刘公早，王总还没到。早，我能看看金碧华府的总评图和进度计划吗？这个支付参数，最近行业内部一直在讨论新规范的方向。按趋势，这种节点做法很可能过不了审。刘洋，这么早，正好上午跟我去2期基坑验草。好的，王总，现在施工没问题，可万一新规范发布，验收就麻烦了，赌不起。专业经验有时是一种敏锐的直觉，真话还没出口。土层情况符合地勘报告，可以继续下到工序。太好了，下午就让班组开始电层施工。王总，稍等，我建议先暂停电层施工。刘工，什么意思？这个节点做法可能不符合即将发布的新规范，为了后期验收顺利，最好先做个复核。一句话，叫停100万工程，技术问题瞬间升格为责任与风险的博弈。新源第一把火烧向了最敏感的进度与成本。刘工，第一天来没啥准备，这点土特产千万别嫌弃。上面是烟酒，下面可就不简单了。这帮老手接风宴刚吃完，就开始铺后路了。谢总、郑总，您二位太客气了，这烟酒我就厚着脸皮收了，正好加班提神。但是这袋子里要是还有别的东西，您可得原封不动拿回去，不然我明天一早就提着它去找许总坦白。哎呀，刘工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老郑，快把下面那点东西拿出来，别让刘工为难。这就对了，谢总，以后项目上的活儿咱们一起干好。看着刘洋挺拔远去的背影，谢总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迅速拨通了王经理的电话。王总，东西刘工收了，但钱他退回来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明天工地事多，早点歇着吧。工地的封闭环境，刘洋再熟悉不过。大学4年，每个寒暑假他都在工地跟着老师傅，吃透了现场的规矩和门道。你是王总昨天说的新来的大学生，小伙子真勤快。潘姐好，我叫刘洋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小刘表现不错啊，一来就抢了潘工的活儿。刘洋，这里的全套施工图，你这几天必须吃透，能看懂吗？没问题，王总，光看图纸不够，以后每天上午我都跟着您去现场巡检。王经理根本不知道，刘洋在校期间已经把建造师、造价师的教材看了个遍，这些图纸和规范就像刻在他脑子里一样。来了，刘洋心里一紧，梦里的那阵紧张氛围开始在现实中若隐若现。现在大家还没意识到严重性，我之前备的那些消毒水和口罩还可以再等一等。谢总，认识驾校的人吗？我打算抽空去考个驾照。考驾照像是一桩包在我身上，别说考试了，我直接给你弄个本子。谢总，违法乱纪的事咱不干，我只要个名额报名，该交的钱一分不少。第二年真是一点表现机会都不给，成，如果只交报名费也就100多，等我消息。搞定了，天河驾校副校长，我都打好招呼了，你直接去。谢了，谢总，走，去现场转转，驾照到手，行业报告也快写完了，万事俱备。徐总，这份高品质住宅打造报告，希望你能看到我的诚意。秦校长您好，我是谢总介绍来的，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哎呀，小刘太客气了，老谢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快坐。听老谢说你会开车，就是缺个本子。是的，秦校长，驾驶技术没问题，就是想用最快的时间把流程走完。没问题，走，我带你练。那就多谢秦校长了，您放心，每一科我绝对一把过。在那个考驾照动辄排队半年的年代，一条软中罚加一个熟人招呼，换来的不过是一次被提前安排的机会。真正的考试还得靠自己。我的老天，你这哪是来学车的，你这是来砸场子的老手。我给你走特殊通道，只要你不挂科，3天联考给你拿证。老师您好，本科应届生可以直接报考在职工程硕士吗？不行，除非有单位出具的推荐信，走定向培养才能破格录取。谢谢老师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如此。公司内部的推荐名额，就是有些人火箭升官的捷径。拼背景我赢不了，那我就用绝对的硬实力，硬生生砸开这扇门。在这个竞争还未白热化的年代，比别人多想一步，多学一点，就是最强的武器。2届祝会，只要能增加筹码的底牌，他统统都要拿下。徐总，这是上次面试您留的课题，我写了一份精品住宅战略构想，请您指点。徐总，想扭转市场对咱们低价低质的固有认知，必须下猛药。第一步，制定量化到毫米级的恒达精品验收标准，让所有施工瑕疵无处遁形。第二步，也是最核心的降维打击，我们要敢做国内首家推行全精装修交楼的房企。全精装，这在现在的行业里步子跨的可不小啊。
统一采购，压低成本；统一施工，保证质量。我们把挤出来的利润让给业主，这才是绝对的高性价比，更是树立豪华品牌的杀手锏。好一个全金装交楼！刘洋，你这份报告正中眉心。谭总、杨总，放下手头所有的事，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小刘，你留下，待会儿把你的方案一字不落的再汇报一遍。好的，徐总。敲门砖已经砸碎了大门，捷径有人走，阳关道也有人走，各凭本事，咱们集团见。徐总，这套全精装和标准化体系简直是绝杀。小刘对工程体系的理解太深了，把他留在项目上纯属暴殄天物，让他来工程管理中心，我正缺这种悍将。哎，老杨，你不讲武德啊？怎么突然就开始明抢了？刘洋对供应链整合的见解这么毒辣，分明更适合来我们成本招财部。行了，都别争了，全国扩张是长远战略，人才储备还得稳步推进。刘洋的报告极具价值，集团会重点研究。至于小刘本人，开盘前继续留在项目上历练。散会。徐总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入职快1个月了，既然您觉得我表现不错，我正式向您申请提前转正。从小看着父母为生计奔波的刘洋深知，合理的利益必须主动争取，指望老板大发慈悲主动施舍，纯属做梦。好小子，有胆识，直接去找人事部办手续，工资下个月起按转正发。谢谢徐总，我一定继续努力。情况比预想的严重，再等下去确实可以卖个高价，但是这种丧良心的钱我不能挣。老板，你家还有口罩卖吗？就剩最后10几个了，12块钱一个，爱买不买。世卫组织都发警告了，到处缺货，拿钱都进不到。我有一箱现货，10块钱一个，你要不要？10块太贵了，我零售才12，没赚透啊！一口价8000块一箱，你转手至少赚4000，不行我找下家。成交，8000就8000。未来几天，刘洋把消毒用品陆续出售，这是他靠着眼光和员工赚到的第一笔钱。净利润5000，也该知足了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见好就收才是王道。这第1桶金已经到手，接下来该给许老板准备下一步的惊喜了。2003年的股市一片哀嚎，所有人都以为这是深渊，但刘洋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基建大潮即将来临，消费升级才刚刚开始，别人恐慌的时候，就是他入场的时候。买定离手，如今股市正值上升期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可以带来财富。刘工忙着呢，这些签证麻烦你帮忙审核签个字呗。在工地上，人情世故是避不开的网。刘洋原本不打算为难，可当他翻开第1页时，动作却猛地僵住了。2000多个临时人工，这全是没有定额的糊涂账。最致命的是，这些活发生的日期全在我入职之前。这是让我来擦屁股，还是背黑锅？谢总，这些活干的时候，我还没来项目部报道呢。而且像场地清理这种能套定额的活，为什么要签点工？这根本不合规矩。哎呀，刘工，当时为了抢进度，现场实在太乱了。王总那边对这些都是清楚的，你看他都已经签过字了。既然王总清楚，那等他回来，我当面跟他确认后再签。我不了解现场，贸然签字不合适。潘姐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总包这些点工签证到底有什么猫腻？小刘，你怎么沾上这个催命符了？你那个前任为什么干不下去辞职？就是因为这几份签证。为什么？这几万块钱到底进了谁的口袋？你别细问，你只要知道这些点工全都是王总自己找来的关系户。一切的线索瞬间串联，前任的离职，接风宴上的灌酒，深夜塞进车里的现金，全都是为了今天这一刻铺路。这哪里是送上门的油水，这分明是王建国挖好的大坑。难怪一来就那么热情的想把我拉下水。这字要是签了，以后我就是他手里的挡箭牌，替他扛下所有的雷。老狐狸想让我当背锅侠，咱们走着瞧。想让我当替死鬼？做梦！这几个字就是我给自己焊死的免死金牌。将来集团审计查下来，这颗雷绝对炸不到我头上。王总，字我签完了。放这儿吧，明天你跑一趟集团，找领导签完字，总包那边催得急，别节外生枝。带着有隐患的签证单，刘洋没有犹豫，直接来到集团副总办公室。这不是打小报告，这是对公司和自己的双重负责。杨总，有件事向您报备，这份签证量很大，全是候补资料。王总已经签过字了，因为无法核实具体数量，我在签字时特意做了存疑备注，向您说明一下。情况我知道了，你小子防范意识挺强。金碧华府6月开盘誓死命令，你帮王建国把这关过去，开盘结束，直接回集团工程管理中心帮我。
徐总，王建国这吃相太难看了，用后补点工套现，下面的人都在防着他。关于他的举报信，我早就收到了，一直压着没发。水至清则无鱼，现在疫情闹得用工紧张，稳定压倒一切，去告诉刘洋少管闲事，一切等项目顺利开盘之后再说。刘工，签证报上去了，什么时候能放款啊？交上去了，不过集团什么时候付款，你得去盯王总。盯他有什么用？他钱多。原来谢总早就把这笔点工的黑钱提前垫付给了王建国，难怪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谢总放心，集团那边一有风声，我立刻通知你。老板，没开封的硬中华2条700，现结。今天刚发了4200的工资，距离再买200手茅台股票还差几百块。穷过的人最懂，任何闲置资源都得想办法盘活。王建国，你为了几万块黑钱，在悬崖边上心惊胆战，而我正在为未来下注。牛市启动前的磨底，就是要把所有没耐心的韭菜踢出局。这时候不加仓，难道等翻倍了去抬轿子？搞定股票后，刘洋拨通了校方的电话，因为疫情爆发，学校封闭，毕业答辩正式无限期延迟。延迟答辩正合我意，这意味着我能名正言顺地留在公司，守住这个项目，扎稳自己的根。当整个乐市还在观望时，刘洋已经凭着小时候村里防疫的经验，强硬推动了项目部的封闭式管理。谁嫌麻烦，现在就卷铺盖走人。只要我在金碧华府一天，防疫就是死命令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种多此一举的铁腕管理，竟让该项目成了全集团唯一保持零感染的神话。王总发高烧了，他被带走隔离了。消息像惊雷炸开，王经理作为项目经理被带走，金碧华府瞬间陷入了管理真空。主心骨一断，妖魔鬼怪就全跳出来了。刘洋，项目部现在乱成什么样了？杨总，施工还算受控，但内部管理已经快瘫痪了，大家都在等指示。徐总刚点头了，从现在起由你暂时主持工程部日常管理，务必稳住局面。杨总，我资历太浅，入职才1个月，我怕我说话没人听，指挥不动那帮老油条，到时候耽误了开盘。放屁！你是徐总亲自点的将，名分、任命文件10分钟内发到你邮箱，谁敢不听，让他直接滚蛋。请领导放心，我保证项目在我手里出不了乱子。诸位，吵完了吗？王总隔离期间，项目部所有的签字权限和指令全部由我接手。现在所有人回工位，5分钟后开会。这把椅子坐上来就得扛起这份责任。事已至此，没有退路，往前走吧。我的天，小刘，不，刘经理，你这升职速度简直是坐火箭啊！潘姐，别开玩笑了，我就是临时顶班，等王总回来还得交给他。刘洋嘴上谦虚，但接下来2周，他凭借雷厉风行的手段和大学4年扎实的理论功底，硬生生把陷入瘫痪的项目部拉回了正轨。刘洋，王建国今天回项目部了，你去全面交接他的工作。好的，杨总，王总隔离结束复职，我马上交接。复什么职？他是回来办离职的。集团从外面挖了新经理，1周后空降，这段时间你必须给我死死定在项目上，绝不能晚。明白，绝不让项目出一丝乱子。送别宴上，王建国心里五味杂陈。小刘，工地这地方鱼龙混杂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，有些是看到当没看到，听到当没听到，但只要你自己心里有杆秤，行得正坐得直，就什么鬼都不用怕。谢谢王总提点，我记住了。这顿散伙饭吃得极其沉重，直到几天后，刘洋才从总包谢总的嘴里听到了这番话背后血淋淋的真相。刘经理，王总那是被人实名举报到集团监察室了，材料采购吃回扣，证据确凿，徐老板那就请才让他主动滚蛋，不然早进去了。看来集团早有安排，既然新经理马上空降，我就做好交接，平稳过渡。职场需要隐忍，但直觉告诉刘洋，在时代的风口前，绝对不能退缩半步。潘姐，我手头有点紧，想跟你借1000块钱应急，下个月发工资还你。行啊，银行卡号没变吧？我这就用网银转给你。谢谢潘姐。别人贪婪我恐惧，别人恐惧我贪婪。爹吧，把所有带血的筹码都给我砸出来，总有一天我会让这片绿光变成属于我一个人的黄金帝国。一边是决定职场生死的开盘节点，一边是无法重来的大学毕业。刘洋的大脑瞬间做出了最冷酷的切割。放弃典礼，只请4天极限短假。现在他的每一分钟都与未来的身价息息相关。180块钱的硬卧，18个小时的颠簸，前世挤断腿的绿皮火车，如今却成了刘洋通往新世界的专列。他敲开辅导员的家门，将2瓶包装奢华的茅台放在了
玄关。刘洋，你疯了吗？你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学生，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酒？赶紧给我拿回去！老师您消消气，这真没花钱，这是公司项目上发的福利，我不喝酒就拿来孝敬您了。当初谢总硬塞的茅台，此刻成了报答恩师的体面礼物。王老师虽然嘴上严厉，但眼神里的欣慰根本藏不住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眼前这个最穷的学生，此时已经掌控着数亿项目的生杀大权。推开宿舍大门，一股劣质烟草混杂着泡面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刘洋的床铺上赫然堆着别人吃剩的垃圾。若是前世，他高低的大吵一架，但现在的刘洋根本不屑于和蝼蚁计较。老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13号毕业典礼，咱们宿舍必须喝个通宵。抱歉了，豪哥，我明晚答辩完就得连夜坐火车回岳市。公司项目月底开盘，我只有4天假。哟，你这是去了什么黑心小作坊啊？刚实习就把你当畜生使唤，连毕业典礼的假都不批。要我说，你这辈子也就是个底层的命，趁早滚回来吧，别在那破地方吊死了。逼仄的宿舍里，空气瞬间凝固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我的路你看不懂，也不需要你看懂。随着1000块钱的救命筹码瞬间划入刘洋账户，看着屏幕上跌至25块的茅台股价，他没有任何犹豫，所有带血的筹码都被他一剑全仓吸纳。别人恐惧我贪婪，别人贪婪我恐惧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无底深渊，这是时代向我敞开的金矿。今天我砸进去的每一分钱，未来都会裂变成常人无法想象的庞大帝国。杨总好。一声惊呼，犹如平地惊雷。前世20多年的职场肌肉记忆在这一刻瞬间爆发。刘洋的手指在键盘上化作残影，切掉股票软件，没有一丝破绽。刘洋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位是咱们工程部新空降的经理梁总，以后你要全力配合他的工作。这位梁总在公司内部风评极高，看来集团对金碧华府是真的下了重注。梁总您好，欢迎来到金碧华府，我是刘洋，以后一定全力以赴配合您的指令，不管谁来接管，我的路都得靠自己一步步走。既然来了新领导，那就借力打力，踩出自己的节奏。5月底，疫情阴霾散去，项目进入最疯狂的开盘倒计时。就在刘洋忙得脚不沾地时，大学辅导员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刘洋，肥城解封了，系里定在6月9号毕业答辩，25号毕业典礼，你赶紧买票回学校一趟。好的，王老师，我立刻安排行程。面对王浩那句刺耳的乡巴佬，宿舍里的空气瞬间降至冰点。睡在上铺的陈伟也探出头，阴阳怪气的补着刀。就是连个毕业典礼的假都不批，这种垃圾公司你还待着干嘛？赶紧辞职吧，别丢咱们大学生的脸。若是以前的刘洋，自尊心极强，此刻恐怕早就掀桌子动手了。但现在他连收拾行李的动作都没有一丝停顿。他们还以为我是乡巴佬，可我已经是万元户了，以后有的是他们来求我的机会。走完过场般的毕业答辩，刘洋没有丝毫留恋，连夜坐着硬卧杀回了岳室。回到办公室，他连水都没喝一口，第一时间锁死了电脑屏幕。还在叠，好极了，我要的就是这种要把所有人洗出局的绝望盘面。伴随着键盘极其果断的敲击声，刘洋将刚发到手的微薄工资再次全部砸入股市，又凑齐了200股。谁能想到，看好这个时代的人，现在连吃顿饭都要精打细算。但这7000多股茅台，就是我未来撬动商业帝国的核武器。时间转眼来到6月28日，金碧华府正式开盘。这不仅是一个楼盘的销售，更是恒达集团在资金链断裂边缘的一场生死血战。极其降维打击的价格，加上超前10年的极致产品力，让开盘现场彻底沦为抢房的修罗场。短短1天，去化率飙升至80%，狂揽6个亿的现金流。成了，这救命的6个亿彻底盘活了恒达的死局，也意味着我在这艘巨轮上真正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当晚的庆功宴，气氛被推向了沸点。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许老板，此刻满面红光，猛地举起手中的酒杯。今天我们打了一个极其漂亮的翻身仗，为了感谢各位的死战，项目部所有人这个月奖金发2倍，下个月直接打卡里。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对于刘洋来说，这2倍奖金就是整整1万块，这是他极度渴望的，能再次杀入股市的救命子弹。徐总，这杯我敬你，感谢您的赏识，我干了，您随意。没有任何废话，刘洋一仰头，将那杯火辣的烈酒一饮而尽，滴酒未漏。刘洋，你疯了吗？喝多了不懂规矩了，赶紧给我滚回座位去。老杨，别拦他，我就喜欢年轻人这股不要命的血性。刘洋是把工程管的业，酒量更硬，很对我的脾气。许老板这种草莽起家的枭雄，最看重的就是所谓酒桌上的忠诚。这3两白酒，就是我彻底砸开集团核心圈的敲门砖。第2天上午，宿醉刚醒的刘洋直接接到了集团人力资源部打来的死命令。刘经理，7月1号集团举办恒星计划入职大会，所有校招生必须参加后续1周的封闭式培训。敏姐，项目刚开盘，工程上一堆烂摊子，这培训我能不能请个假？绝对不行，这是许老板亲自下的死命令，他本人会亲自出席开幕式，谁敢缺席，直接卷铺盖走人。许老板亲自盯盘的培训，看来
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新员工入职，这是一场集团内部的派系洗牌与忠诚度测试。刘洋走到窗前，看着楼下繁华的粤式街道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且极具野心的弧度。也好，那就让我去会会这帮所谓的集团天骄，是龙是虫，咱们场上见真。黑色轿车平稳停下，刘洋推门下车。刘工，培训结束要接的话，随时电话。谢了谢总，麻烦您了。刘洋推开虚掩的会议室门，室内空旷安静。还有人比我更早。你好，我叫刘洋，这届的新员工。你好，刘永卓，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省城理工土木工程，咱俩还是本家。华东师范工商管理，这就完了。听到学校不是名校，连话都懒得说了。王敏抱着一摞资料进来。哟，刘经理来的这么早啊？敏捷早，项目上工早，习惯了。你坐那么后面干嘛？赶紧到前面来，等会儿徐总来了，看见你猫在后面，准点名。前排的刘永卓噌地站起，快步上前。王老师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来。眼力见，主动性，行动力。这家伙的成功果然不是偶然。下面请许总为我们讲话。恒达的未来需要你们这样的心血血液。刘洋，坐那么后面干什么？怕我提问啊？坐到前面来。培训结束，刘洋随着人流走出大厦。刘经理，等一下，刘洋上午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特意来赔个罪。为表歉意，我请你吃饭，地方你挑。下面公布首届恒星计划优秀新员工刘洋。刘洋走上台，许老板将水晶奖杯和红色信封递给他。表现不错，公司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。谢谢徐总，我一定继续努力。桌上杯盘狼藉，2瓶白酒见底，啤酒瓶散落一地。哥们儿，这一身汗黏糊糊的，要不找个地方洗洗？好你个刘洋，看着一本正经，想什么呢？我说正经澡堂。走，我知道新开一家，干净又宽敞，今晚我请，就当给刘洋老弟庆功。三人勾肩搭背走出来，晚风一吹，脚步都有些飘。我定位子，李经理嘛，我小刘，他路子挺野啊。是个人才。刘洋，红军快上车。咦，刘洋，凭啥我和红军搓澡99，你的198？废话，我天天蹲工地，半个月没洗了，一个师傅搓不动，得2个双管齐下。咱们这算不算一起同过窗，一起扛过枪？一起同过窗。以后在公司，咱们哥仨必须互帮互助，共同进步。必须的，互帮互助。7月的月是像个烤炉，但比天气更火热的是发薪日。综合成本25.92，现在全是绿的。这要是被潘姐看见，非得骂我是死不悔改的韭菜王。幸亏老子做过功课，知道这绿叶子迟早变金矿。刘洋，通知你，明天新同事入职接你的班，下周1直接来集团工程管理中心报道。好的，杨总，我一定交接清楚，准时报道。刘洋，我要调去金碧华府项目接你的班了。哈哈，红军，原来是你小子。行，哥在集团总部等你。刘洋，这位是王红军，以后接你的工作。梁总不用介绍，我们是过命的兄弟，认识更好。刘洋，这2天辛苦点，事无巨细都要交接好。梁总放心，金碧华府永远是我娘家，你以后有事尽管招呼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恒大刚进了国内企业500强，许老板发话了，每个项目奖10万。你虽然调走了，但这笔奖金少不了你的份。这里是重点，容易出猫腻，你盯着这帮老油子。谢总、郑总，这是新来的王工，东大高材生，专业的很。权力的移交，往往就在这推杯换盏与烟尘滚滚之间。这顿饭给刘洋践行，也给红军接风，大家放开了。感谢梁总栽培，感谢各位兄弟，我干了。祝贺2位兄弟克星部门见。离开是为了站在更高的地方俯瞰这片江湖。刘洋，我甘拜下风，你这绝对是霸王级别的生化武器。养啊！但是真菌感染这玩意搓起来真的太爽了。红军，东大那么好找工作，你怎么放着长三角不带，跑越市来了？我女朋友保研中大，我不想跟她异地，就直接跟过来了。痴情种啊！真羡慕你们这种从校园里走出来的爱情，干净纯粹。你羡慕啥？你堂堂一个大老爷们，大学就没谈一个？半生清贫岂敢入红尘，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？我家现在还住着全村最破的土坯房，连饭都吃不饱，我拿什么去耽误人家女孩？看着吧，我会靠着双手把我家那烂包的命数彻底翻盘。胖子，你有大病吧？集团8点半才上班，你一起这么早去做贼啊？你懂个屁！我是总部新人，得早点去给领导们打打热水，擦擦桌子。在总部不比工地，这里说话不敢大声，走路都得夹着尾巴。要是惹哪位领导不高兴，小本本上给你一记，你就彻底死定了。刘洋看着眼前这个媚上欺下的死胖子，彻底无语，但也敏锐地嗅到了总部压抑的权力气息。热，你的宝座，这可是杨总昨天亲自给你点的奖。这尼玛是360度无死角全景 VIP 监视位啊！杨总一抬头，我连是在呼吸还是在喘气，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
刘洋来得挺早啊，进来直接分派任务。现阶段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前头编制精品工程验收标准。刘洋，这次由你来挑大梁，副总则统筹全局。一个刚踏入总部大门的新人，直接跃居核心位，死死压了老资历一头，一场职场权力的血腥交锋悄然上演。张经理，你负责配合刘洋，年底前必须定稿，你们俩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杨总，我保证按时拿下，绝不掉链子。大学4年把能考的证都考了一遍，加上这几个月的实操，这种标准我闭着眼都能写出花来。杨总放心，我一定全力配合刘经理。等等，我的持股怎么从8300变成9130股了？余额也多了。贵州茅台实施暴利分红方案，每10股送1股，再派现金红利2元，扣掉税等于白减了830股，账上还多了1000多现金。这白送的830股，长期拿着绝对值大钱，必须得是茅台，这哪是股票，这他妈简直就是印钞机。下个月发工资，梁总可还承诺了一笔10万块的500强额外奖金，那笔钱要是敢在这节骨眼上少发我一番，我现在可是总部标准的执行者，该走什么流程就走什么流程。明天上午9点，第2会议室开会，收到请回复。嘿，胖子，下班了，走不走？你疯了，小点声，杨总还没走呢。上周有个哥们准点走，第2天就被杨总骂成狗，你敢当出头鸟？内卷，又是这种毫无意义的表演式加班，在学校就被这种形式主义折腾够了，上班了还要装模作样。刘洋还在加班啊？刚来别太累，要注意身体。杨总，我在复核明天的方案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好，工作认真是好事，早点回去吧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满足国家标准，而是建立恒达精品的尚方宝剑。我们要深入每一个分项，不仅要能量化，还要能追溯到具体责任人。这是任务分解方案，请大家结合专业认领。其中最复杂的验收流程与管控机制，涉及面最广，由我亲自负责。这一刻，他不是在分配任务，而是在以身作则。徐总，刘洋这小子真的是个帅才，这启动会开得太漂亮了。他把最硬的骨头留给自己，把人心聚齐了。不错，这批恒心计划里确实出了个了不得的苗子。老杨，以后多给他压担子，我要看看这个年轻人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许老板开始盯上我了，这是好事，也是最危险的博弈。下个月那笔500强奖金，才是我真正要收割的第1桶金。胖子，聊什么呢？吃饭都不叫我。来，介绍下，这是老乡蒋耀，这是白雪，艺校毕业的校花。艺校？你们哪个部门的？我们是集团舞蹈团的，徐总心思周密，万里挑一呢。这就是后来公司内部颇有名气的很大歌舞团雏形，美貌在这里是明码标价的筹码。这帮傻白甜还以为是凭本事拿高薪。胖子，你这是想挖许老板花园里的苗，怕是嫌命长了。金碧世纪花园这次严查。明白，质量管理松懈，咱们公事公办。对，按标准打分，既然不守规矩，就让他们排最后1名。职场里最高级的报复从不是拳脚，而是手中握着的打分权。刘洋第1名，我就知道你是咱们项目出来的骄傲。梁总，您太客气了，东西我收下，名次是你们凭本事得的。红军，这口恶气我替你出了。违约金100万，还要无条件配合商务接待。刘洋，你是不是早知道了？这就是个陷阱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们凭什么拿比校招生高3倍的工资，就为了看你们跳舞？你们以为自己是世界级舞后？是你们自己又蠢又贪心。刘洋，我们是被骗了，你凭什么这么羞辱我们？面试让你们脱衣服检查，你们不觉得有问题？如果只是看身材，紧身服看不出来，这里面谁有多深？你们自己想。现在能抽身是万幸，收拾一下，明天去找正规工作。别想着去告发，你们没有任何实质证据。商务接待这种模糊定义，在法律上未必站不住脚，闹大了反而是你们先折进去。今晚你俩睡胖子房间，胖子你睡沙发委屈一下。凭什么？怎么不能睡你房间？我没意见啊，只要他俩不嫌我脚臭就行。
作为身高长相都平平无奇的普通人，这大概是刘洋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硬资本了。刘洋尴尬地低头看了一眼，火速闪回卧室。我们今天就去租房子，马上搬走。行，抓紧点，别影响我和胖子的工作就行。经过几天鸡飞狗跳的折腾，两个女孩彻底搬离，而属于刘洋的周末才刚刚开始。喂，大清早的叫魂啊！我要睡觉。我今天来中大找女朋友，本想着把她舍友介绍给你认识呢。学霸特漂亮，既然你要睡觉，那就算了。去，必须去！大学4年光啃书本了，连场正经恋爱都没谈过，这送上门来的脱单机会，就算是下刀子，老子也得去。哦，这面相相处起来绝对舒服，一看就是踏实过日子的人。那这是我兄弟刘洋，人家现在可是集团总部的中层管理，牛得很。别听他瞎吹，运气好而已。你好，我是刘洋。你好，黄婉英。听红军说你老家是皖省的。你呢？听口音不太像粤醒本地人。我老家是龙岩的，客家人。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没空玩那些弯弯绕绕的试探。虽然今天才第一次见，但我感觉你是个很好的女孩，我们试着交往看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哪有人第一次见面连手都没牵，就直接在宿舍楼下打直球求交往的？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太唐突吓到你了，就当我没说，别往心里去。喂，你等等，你手机号多少？在这个年代，一个女孩愿意主动要你的小灵通号码，就等同于同意先试着相处。到家给你发短信。阳光洒进教室，黄婉英与刘洋正埋头苦读，两人偶尔交换眼神，相视而笑。经历了这大半年的起起伏伏，比起那些喧嚣的应酬，刘洋更贪恋这份安静的陪伴。你充这么多干嘛？伙食费啊，总不能天天白吃你的。刘洋眼中透着稳重，他知道对未来的贤内助绝不能吝啬。我靠，18000！梁总这人是真特么够意思啊！工资、奖金加上巡检第1的额外分红，这才是职场收割的正确姿势。将要过几天就要回老家了，回就回呗。眼高手低，嫌弃培训机构工资低，他爸妈给他安排了相亲。刘洋，你脑子好使，帮兄弟一把，怎么才能让他留在粤市？看在你这辈子被我抢了气运的份上，我就顺手拉你一把，晚上去他们那儿吃火锅。我有招，让他们多买点肉，别再拿青菜豆腐糊弄老子。跌吧，跌得越狠，老子补仓越爽。6000多块，在2003年能买好几平米房了，但我相信这笔钱在20年后能买下这一整栋写字楼。你们听说过淘宝吗？这是一个刚成立的网站，可以在上面开店，卖全国的生意。网上卖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，谁买了？大学生买，尤其是男大学生，他们除了打球就是上网，最缺的就是便宜又牛逼的球鞋。蒋瑶，你们老家全市是球鞋代工厂基地，我要你们打着外贸尾单的旗号，卖代工厂同款品质的鞋。这不就是卖山寨吗？不犯法吗？谁说是山寨？我要的是代工厂的原版工艺，质量要媲美正品，价格要砍掉80%。在淘宝这片荒原上，这就是核武器。这一晚，一个日后统领国内电商半壁江山的黑色帝国，在廉价火锅的蒸汽中悄然萌芽。既然要做，就录点工厂车间的视频发论坛，就说是实地探访，这样更有说服力。还有胖子，去找些学生虚假下单，我们发空包，然后让他们写细节好评，一定要具体，比如打球不磨脚，跟专卖店一个味儿。但有一点，做大了必须转正规品牌。现在是吃红利，未来要是还卖高仿，迟早进去踩缝纫机。这一晚，刘洋亲手开启了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商业帝国，但他更清醒，这只是他为兄弟准备的退路，而非他的主战场。刘洋，看这主图，我 P 了半天，这出口欧美的标红够不够显眼？描述再夸张点，用顶级品质，仅此一批。这死胖子，搞副业比钻营领导心思劲头大多了。正好把你这颗螺丝钉拔出来，多一条腿走路，总比吊死在一棵树上强。来了，我等了4个月的这张入场券，终于发到了手里。在巨头林立的恒大，向上爬不仅需要专业，更需要一种能捕捉最高层呼吸的能力。徐主席，我希望能跟在您身边系统学习管理能力。这是我第1年带研究生，名额只有1个，我要求极严，要是表现不好，丢的是我的脸，你有心理准备吗？主席，我有200%的信心，我绝不会给您丢脸，请给我这个机会。好，要的就是你这个镜头，这个名额给你了。怎么样，徐老板答应了吗？牛逼，兄弟，你这是直接进了勤政殿啊！拿到了这张金光闪闪的护身符，这恒大的江湖，他才算真正入场。茅台在跌，恒大在涨，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掀开幕布。哇，可以啊，刘洋，老板的开门大弟子，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姐姐。刘经理，以后得叫刘硕士了，前途无量啊！
在这个遍地黄金的2003年，我兜里常年只剩1000多块，但我知道这叫充实的贫穷。考得怎么样？题难不难？太难了，好几个大题都没把握。没事没事，大不了明年再考，我陪你复习。骗你的，及格肯定没问题。好啊，你长能耐了是不是？婉莹，太晚了，明早还要考经济法，来回折腾太累了。要不今晚在旁边找个旅馆，你也别回去了。我发誓，就是单纯想多陪陪你，绝对不乱来。不行，你想都别想。哎呦，轻点轻点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虽然刘洋信守了不突破最后底线的承诺，但这一晚他还是成功登上了3垒。刘洋同学，你倒是挺现实嘛！要不是昨晚，估计今天也舍不得带我来这么贵的地方吧？冤枉啊，黄同志，带你来这纯粹是考完试庆祝，绝对跟昨晚没半毛钱关系。哼，现世报，活该你胳膊被掐青。跑哪去了？怎么不干脆搬去跟蒋瑶同居？我刚和蒋瑶从全市回来，刘洋，我们盘下了一个快倒闭的代工厂。人家倒闭的烂摊子，你敢接？开价多少？原本要20万，我硬生生砍到了15万，设备全带。15万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爸妈攒的魔都买房首付。刘洋，你之前说的对，男人只要有了事业，还愁没房子没女人吗？拿这笔钱当房母，不如拿出来拼一把。我占大头90%，网店占10%。牛逼，胖子，冲你这份魄力，以后哥们叫你刘厂长。必知南美洲的蝴蝶扇动了翅膀，因为刘洋的介入，那个曾经只知道讨好领导的胖子，此刻一脚踹开了属于他的时代大门。这套精品工程验收标准共计6000多条量化指标，墙面平整度误差不超过2毫米，瓷砖接缝误差不超过0.5毫米。过去靠老师傅拍脑袋的粗放时代结束了，我们要用这套技术宪法把瑕疵彻底卡死。这就是恒达走向全国打造精品的基石。很好，工程管理中心这次打了一个漂亮仗。相比之下，你们成本、设计、采购中心进度太慢了。要想不掉队，就给我向工程中心学。为了表彰工程中心的卓越贡献，全体加发2个月绩效奖金。另外，刘洋作为核心骨干，工资级别破格提升2级。连提2级，在2003年，这就是每个月8000块的月薪。这几个月的日夜熬鹰，值了。老师，您尝尝。手艺长进不少，不骄不躁，很好。但标准定下来只是第一步，下面怎么落地才是硬仗。老师放心，我绝不手软。明年2月，江城科技大学开学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好的，老师。一杯功夫茶，一声老师。在这间办公室里，刘洋正式跨越了普通员工的阶层，拿到了进入权力核心的入场券。给你们3个月时间，全面自查整改。3个月后，集团抽查，到时候谁敢在标准上打折扣，集团直接发文问责，扣发所有绩效奖金，没得商量。哎呀，你手太冰了，属狗的呀你！白天在名利场里和那些老狐狸们厮杀，晚上在这冰冷的小树林里拥抱一份纯粹。这双面人生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身份证、学生证都带齐没？要不我去买点粤式特产，你带回去给叔叔阿姨尝尝。不用不用，别乱花钱，我爸妈不吃那些的。行，那等明年春节我再好好准备登门拜访。我进去了，你回去慢点。刘洋看着女友消失在人海，他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且温馨的寒假离别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今晚的一场酒会让他的生活多出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。哟，3位老板，这淘宝生意够火爆的。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赶紧过来帮忙，晚上火锅伺候。胖子这是怎么了？跟个闷葫芦似的。还能怎么了？想请假送瑶瑶回泉州，被无情拒绝了呗。这死胖子彻底沦为备胎了。感情这事，外人劝不住，只能让他自己撞南墙。瑶瑶，我还是想问，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周哥，对不起，我只能把你当哥，咱俩真的不合适。没关系，当哥也好。来，喝酒，今晚不醉不归。2个男人，一个借酒浇愁，一个舍命陪君子。最终，胖子烂醉如泥，而自诩酒量不错的刘洋也彻底断了片。卧槽！白雪的房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早上不声不响的走了，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他不想纠缠，希望把这当成一场意外。那样呢，就这么算了，为什么不让他负责？负责？让他怎么负责？刘洋是有女朋友的，我不想让他看不起我。昨晚大家都喝多了，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吧。行，你就嘴硬吧，以后有你后悔的。会不会后悔？白雪不敢深想，或许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年纪，不纠缠，不强求，是成年人能留给彼此最体面的告别。
花子、强子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凭你们家这穷的叮当响的条件，哪家姑娘愿意嫁过来受罪？我表舅家的王三妹，村委会计，支工架饭的，人家愿意让刘洋去当上门女婿，那是你们高攀。等新媳妇进了门，难道还让人家跟你们老两口挤在这破屋里？胖婶，这刚回来就让您费心说亲，辛苦了。哎呀，都是一个村的，谢什么？不过我在城里已经谈了女朋友了，这上门女婿就不必了。你别不知好歹，外面的女人不知根底，万一是个不三不四的骗子怎么办？哼，我女朋友是中山大学的研究生，父母都是大学老师，绝对不是您想的那种不三不四的人。呵，那挺好，我回去了。妈，这4000块您拿着，开春把咱家老房子推了，重新盖个大瓦房。盖什么新房？这钱得给你留着，以后在城里买房娶媳妇用。妈，我是恒达的，我们公司就是盖房子的，以后会分房，不用买。再说了，胖婶刚才话糙理不糙，明年我把人家城里的研究生带回来，总不能真让人家跟咱们挤在这破土屋里吧？那多丢人！那肯定不行，绝不能委屈了人家姑娘。妈手里还有几千，加上你这钱，1万多块足够盖100多平的大瓦房了。刘洋太了解父母了，他们为了给他攒钱，什么都舍不得花。当初他孤身南下闯荡的时候，就已经发誓不让再让父母给自己花钱了。这口味道隔了太久了，这才是过年回家的意义。光扯这些国家大事有啥意思？刘洋现在可是在大城市赚大钱的人了。刘洋敢不敢做个庄，推几把牌九，让叔伯们乐呵乐呵？算了吧，三棍，我儿子读死书的，哪会玩你们这些烂赌的玩意儿？骰子一扔比大小，有啥不会的？小来还能输掉底裤不成？行啊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那我就做个庄，陪几位叔伯好好玩玩。这么多年来，刘洋什么三教九流没见过，几个老混混想占他便宜，没那么容易。72500块加上原有的余额，我手里现在有超过73000的现金。杨总不仅给了我部门唯一一个绩效，甚至事先连风都没透。在恒达这种水深火热的地方，能遇到这种懂得放权又愿意分钱的老板，是真特么难得啊！有了充足的子弹，自然要继续扩大他的印钞机版图。2600股，总持仓13530股，总盈利近3万，不到1年时间，光是这笔浮盈就抵得上同龄人在工地上苦干好几年的工资。只要拿稳了，这才是真正靠谱的长期饭票。各位领导、同事，今年我们不仅制定了恒达精品工程验收标准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让这把尚方宝剑实打实的落地，不再依赖老师傅的经验。我们要的是标准化、精细化、可追溯。在2004年初，一份逻辑严密、图文并茂的降维打击级 PPT， 足以让所有形式主义黯然失色。刘洋的报告非常出色，能在这么短时间打出极其亮眼的战绩，你的专业能力和大局观，集团都看在眼里。明年我期待你带好团队，打一场更漂亮的硬仗。哎呦，这不是强子家那个有出息的大学生吗？洋回来过年了啊！看看这大包小包的，在城里大公司，怕是赚了大钱了吧？以后你爸妈可享清福喽。三爷、吴奶奶刚到家，来抽根烟暖暖身子。哟，老天爷，这可是中华烟。了不得啊！这得多少钱一包啊？哟，洋回来了，混得不错啊，都给乡亲们散花子了。不过你们这大公司放假也太迟了吧？隔几个年20就回来享福了，要不要下注完2把试试手气？华哥说笑了，看你这台面上厚厚的一沓，今天没少通吃啊，发大财了！你们玩，我手气差就不凑热闹了。爸，饭做好了，我妈正发火呢，赶紧回家。刘洋心里明镜似的。这种年关赌场上的威风，十有八九是底层人打肿脸充胖子的虚荣。赢了显摆几天，输了就是1年白干。你这败家孩子，买这么贵的茅台酒干什么？喝一口还能原地飞升啊！就是这酒不能喝，给我收起来，留着以后洋讨媳妇摆酒席的时候撑门面。妈，别折腾了，这酒不是买的，是单位发的过年福利，1分钱没花，我公司那边还多着呢。过年嘛，咱爷俩敞开喝。好酒，真他娘的是好酒，一口下去肚子里暖烘烘的，还是我儿子疼我。花子、强子在家没？听说你家那个在大城市当大领导的金龟婿回来了。坏了，是西村的媒婆胖婶。好家伙，这刚进家门板凳还没捂热呢，10里8乡的催婚大军就闻着味儿杀上门。花子、强子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凭你们家这穷的叮当响的条件，哪家姑娘愿意嫁过来受罪？我表舅家的王三妹，村委会计，支工架饭的，人家愿意让刘洋去当上门女婿，那是你们高攀。
等新媳妇进了门，难道还让人家跟你们老两口挤在这破屋里？胖婶，这刚回来就让您费心说亲，辛苦了。哎呀，都是一个村的，谢什么？不过我在城里已经谈了女朋友了，这上门女婿就不必了。你别不知好歹，外面的女人不知根底，万一是个不三不四的骗子怎么办？哼，我女朋友是中山大学的研究生，父母都是大学老师，绝对不是您想的那种不三不四的人。呵，那挺好，我回去了。妈，这4000块您拿着，开春把咱家老房子推了，重新盖个大瓦房。盖什么新房？这钱得给你留着，以后在城里买房娶媳妇用。妈，我是恒达的，我们公司就是盖房子的，以后会分房，不用买。再说了，胖婶刚才话糙理不糙，明年我把人家城里的研究生带回来，总不能真让人家跟咱们挤在这破土屋里吧？那多丢人！那肯定不行，绝不能委屈了人家姑娘。妈手里还有几千，加上你这钱，1万多块足够盖100多平的大瓦房了。刘洋太了解父母了，他们为了给他攒钱，什么都舍不得花。当初他孤身南下闯荡的时候，就已经发誓不让再让父母给自己花钱了。这口味道隔了太久了，这才是过年回家的意义。光扯这些国家大事有啥意思？刘洋现在可是在大城市赚大钱的人了。刘洋敢不敢做个庄，推几把牌九，让叔伯们乐呵乐呵？算了吧，三棍，我儿子读死书的，哪会玩你们这些烂赌的玩意儿？头子一扔比大小，有啥不会的？小小来还能输掉底裤不成？行啊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那我就做个庄，陪几位叔伯好好玩玩。这么多年来，刘洋什么三教九流没见过，几个老混混想占他便宜，没那么容易。哟呵，大学生也玩这个，来，我下20。华哥，陪长辈们打发时间而已，小点下。不行，下50。怎么，大学生怕输不起啊？不敢玩就换我推。既然华哥这么有兴致，随你下。但我丑话说前面，现金交易，概不欠账。一共6600。概率这东西，庄家本就占优，用来对付几个只会瞎喊的土财主，绰绰有余。赢的钱，回头给爸妈添几件衣裳。妈，闲鹅我带着就行。这100个鸡蛋路上碎了多可惜。不行，这是自家粮食喂的鸡下的，城里买不到，你带去给老板尝尝鲜，这是心意。别人过年回家是花钱，我倒好，走的时候带了2只鹅，100个蛋，兜里的现金还比回来时多了将近2000。这年过的净赚。师娘新年好，我是刘洋。哎呦，你就是刘洋啊？你怎么一眼认出我是你师娘的？老许提过，我猜的。老师眼光向来挑剔，一看到您这气质，跟老师又这么有夫妻相，肯定是我师娘没跑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可真会说话，快进来。刘洋，带我谢谢你父母，下次人来就行，带东西太麻烦。老师，这是我父母死命令，他们说没有您的栽培就没我的今天，我要是不带来，他们得打断我的腿，说我忘恩负义。小宝，这是刘洋哥哥，叫人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明天就送你去家国读书。这孩子被惯得不轻，搞不好这孩子能把整个公司搞烂。家庭教育真是一门大学问。今晚这趟送的哪是土特产，分明是一张通往公司核心层的入场券。许老板，您的家务是我管不着，但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一丝一毫。2000块，许老板，这开门红包，在2004年能顶普通人半年的生活费。胖子，留门吗？不会了，明早公司见。在这个遍地黄金的年代，刘洋过着一种精准的贫穷，所有的余钱都流向了那个名为未来的钱袋子。新年新气象，大家再接再厉。今年春晚那个周姐龙泉唱得真酷，就是听不清词儿。招黑土那个松水宫裁决，笑死我了。2004年的春晚，铁三角还在，真好。这种经典组合，看一次少一次了。咋了？相亲受刺激了？这2天我把代工厂和网店的股权全转给白雪和瑶瑶了。你疯了？为什么？按月拿分红它不香吗？原价赚的，既然没法在一起，那就断个彻底。刘洋，你之前说的对，男人没事业，什么都守不住。以后我打算死磕工作。胖子啊，胖子，你这是把一座金矿拱手送人了。那几成股权，过几年翻个几10倍都不止。情关难过，古人诚不我欺。行，是个爷们。别看了，没告诉他。搬走了，我能告诉他吗？随你。白雪，咱们回老家真能行吗？我们是回去创业，不是灰溜溜逃跑。以后不靠那些臭男人，我们自己养活自己。他们回泉州了。回去了，搬家不叫我。白雪什么都不说，瑶瑶也闭口不谈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老死不相往来，这大概是成年人告别时最体面也最残忍的方式。没什么，可能是年前骂他们太狠，伤心了。走吧，都走吧，各自奔前程，挺好的。他们去闯他们的天下，我守好我这1亩3分地。
刘洋，你老实交代，你以前是不是谈过很多女朋友？婉莹，我发誓这辈子绝对只有你一个，骗你天打五雷轰。那你怎么会那么多花样？都是胖子刘永卓那小子电脑里存了好多小日子的电影，我就是跟着瞎学的。哼，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刘洋在心里默默对胖子说了声抱歉，好兄弟嘛，就是用来背黑锅的。李局，这杯我干了，您随意。项目的事还得仰仗您多费心。王处，我们徐总今天喝得太急了，这杯我替他敬您。这就是身价1万的许老板，但在真正手握重权的体制内大佬面前，依然得低头陪笑，喝到胃出血。在这个社会，钱和权根本就是一个地下，一个天上。我这只刚起飞的蝴蝶，必须把手里的筹码用到极致。刘洋、张伟从明天起带队严查所有在建项目。徐总的基调是从严从重，谁敢在集团的战略转型上阳奉阴违，企图蒙混过关，必须一查到底，绝不手软。明白，杨总放心。拿到尚方宝剑，一场席卷整个恒达集团的质量风暴即将由这个入职不满1年的新人亲手掀起。刘经理，真是不巧，我们徐总今天太忙了，实在抽不开身。反正我们项目马上就要交付了，基本都定型了，您随便看看就行。哼，随便看看？你看看这食材的切割，这宽窄不一的拼接缝，还有这牙签一样细的绿化描摹，这就是你们准备交付的恒达精品。刘经理，这都是按图纸施工的，就算达不到新标准，那也是设计部的问题，怪不到我们工程部头上啊。你以为项目快交付了，我就不敢动你们，我就不敢拿你们项目开刀？刘经理，您先消消气，我这就给徐总打电话。不用了，既然徐总日理万机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张伟，收队。刘洋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云大有个叫马加爵的，杀了4个室友逃跑了，学校里都传疯了。听说了，放心吧，隔着上千公里呢。你现在最该做的就是跟你的舍友搞好关系，平时与人为善，千万别得罪人。刘洋，你还吓我？马加爵给全国大学生上了一堂人际关系课，而我现在要去给恒达那些倚老卖老的诸侯们上一堂规矩课。回公司准备雷霆通报。高层大会上，刘洋正向各个高层汇报检查结果。各位领导，金碧世纪花园项目经理徐德忠对集团新标准阳奉阴违，这不仅是质量问题，更是态度问题。我代表检查组提出2点处理建议：第一，立即撤换项目经理徐德忠；第二，将已建成造价1500万的中心园林景观全部砸掉，按新标准重建。刘洋，拿下徐德忠我没意见，但砸掉园林，你知道那是1500万的真金白银吗？这笔巨大的无效成本谁来背？你考虑过集团今年的利润指标吗？简直胡闹！谭总，别激动嘛，都把咱们刘洋吓着了。刘洋敞开了说，不要有任何顾虑。1500万确实是沉没成本，但我认为砸掉它能为集团砸出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战略意义。第一，树立品质至上的绝对权威，告诉所有人嘉信的红线不可触碰。谁敢敷衍，死路一条。第二，打破内部阻力，这就是一次最有力的清场，把那些倚老卖老、阻碍转型的人彻底震慑。第三，制造轰动效应。我们嘉信要走向全国，靠什么让市场记住？当年海尔张总砸烂了76台缺陷冰箱，砸出了海尔的金字招牌。我们今天砸园林，就是要向全国宣告嘉信打造精品的破釜沉舟之心。这1500万不是损失，而是我们嘉信迈向伟大企业最值得的一笔学费。好一个最值得的学费！这正是嘉信打响全国精品战略的第一枪，而且这一枪必须响彻全国。刘洋配合监察室彻查徐德忠、谭总清退不合格供应商，重新招标全国前10的园林单位。等新图纸出来，请全国主流媒体到场，我亲自去砸响这第一锤。散会。刘经理，后面对徐德忠的调查还要麻烦你多多配合我们监察室。秦总您太客气了，叫我小刘就行，能跟着您办案是我的荣幸，我一定全力配合您的指示。监察室这种企业锦衣卫向来是避之不及，在公司这个急速膨胀的庞大体系里，明枪暗箭防不胜防，不结交几个位高权重的盟友，怎么护得住我这盘大棋？砸烂一个旧世界，才能建立一个新帝国。我的权力版图才刚刚开始。仅3天，监察室的屠刀就架在了集团元老徐德忠的脖子上。老板震怒，直接批示移交公安。一场反腐风暴轰然炸响。秦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带警察闯会议室，你们这是要砸公司的盘子吗？徐总，砸盘子的不是我们，有些烂账包不住了，麻烦你现在跟公安同志走一趟吧。刘洋，你公报私仇，你居然往我身上泼这种脏水，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！死到临头还在胡搅蛮缠，企图把贪腐大案扭曲成私人恩怨，刘洋怎么可能惯着他？
徐德忠，少在这儿演受害者！你索要巨额贿赂的铁证已经摆在老板桌上了，你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向警察如实交代。再敢胡搅蛮缠，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徐德忠，证据确凿，马上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徐德忠被当众抓走的消息，瞬间席卷了整个恒大，而亲手拔掉这颗毒瘤的我，也成了集团里一战成名的人见愁。牛娃刘洋，你现在可是彻底出名啊！知道任师傅私底下教你什么吗？教你刘刺猬，意思就是谁碰你，你就扎水一身血。少扯淡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外号？连徐德忠那种老狐狸都被你活剥了皮，现在集团上下谁见了你不得绕道走？刘刺猬这外号虽然难听，但在职场倒是个极好的护身符，省得那些阿猫阿狗再来烦我。对了，上午蒋瑶打电话给我了，他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他让你去死。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对他干了什么禽兽不如的事？你有病吧？他出门忘吃药了，就他那种绿茶，白送给我都嫌脏。我跟他清清白白，绝对是他又在发疯。婉英，刘洋，这周末你还加班吗？不加了，事情办完了。这周末带你去三亚看海，好好放松一下。三亚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去买泳衣。听着电话里雀跃的欢呼声，职场上的那些阴谋算计，仿佛瞬间烟消云散。抛开工作的烦恼，三亚的海风确实让人沉醉。不行了，刘洋，我的腿都要断了，我要饿死了。你快下楼帮我随便打包点吃的吧。行，你乖乖躺着，一个人在房间把门反锁好，千万别给陌生人开门。就在刘洋准备返回酒店时，马路对面一个诡异的身影瞬间锁死了他的视线。那个身形，那个侧脸，借着忽明忽暗的车灯，怎么会那么眼熟？不对，绝对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沦落到在三亚翻垃圾桶？喂，对面那个，你给我站住！真的是他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这千里之外的热带孤岛上，究竟还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？看着马路对面那个翻垃圾的背影，刘洋的心跳陡然加速，身形消瘦，蓬头垢面，和那张贴满大街小巷的一级通缉令完美重合。绝对错不了，这跟通缉令上的照片一模一样。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他。喂，我要报警！我在亚航大厦对面河岸，我发现了一个人，高度疑似 A 级通缉犯马加爵，他要跑了，你们赶紧派人过来。糟了，警察还没到，绝不能让他溜了。哥们儿，是不是找吃的？我这有2份剩下的海鲜饭，放地上了，你要不要？王所长，就是他，他就是马加爵。警察不许动。经过连夜的指纹与 DNA 比对，流浪汉的身份被铁板钉钉的确认。通缉犯落网的消息如同深水炸弹，瞬间轰动全国。市里火速召开了最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。刘洋同志见义勇为，成功协助警方抓获了1级通缉犯，特颁发部级奖励20万，市级奖励5万。在2004年，这整整25万现金，抵得上1线城市一套房。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这笔巨款，全场沸腾。刘先生，听说现场是您先扑倒歹徒受了伤，警察随后才赶到的。警方是否存在行动迟缓，靠群众冒险才抓住逃犯的情况？好阴毒的陷阱！这记者是想刻意捧杀我，挑拨我和警方的关系，功劳我一个人吞不下，多一个警察朋友对我只有好处。这位记者，你的说法极不负责任，马加爵极其危险，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制服，反而受了伤。是王所长神兵天降，雷霆出击，才避免了极其恶劣的后果。没有警方的果断与英勇，结果根本不堪设想。刘先生，25万堪称巨款，请问您一个普通员工，打算如何支配这笔天降横财？全场瞬间死寂，所有镜头对准了刘洋。这笔钱太多了，拿在手里绝对烫手，搞不好就会引来无穷的麻烦。我决定将不离奖励的20万元全部捐出，交给4位受害者的家属。他们失去了孩子，是整个事件中最痛苦的人。我希望这笔钱能稍微缓解他们的困难。至于市里奖励的5万，我打算寄回老家。我爸妈在农村的房子年久失修，太危险了，我一直怕他们出事。豪掷20万安抚受害者家属的格局，对比自己出身贫寒、老屋破败的辛酸，这番极具反差的话，瞬间将刘洋的社会形象推向了无可挑剔的神坛。20万买一个全国瞩目的金身，这笔账太划算了。只是不知道远在羊城的许老板看到这条大新闻，又会立刻把什么样惊世骇俗的新担子压到我的肩膀上。刘先生，您的家境并不宽裕，为什么没先用这笔钱改善自家生活，而是选择全部捐给受害者家属？这正是刘洋等待已久的送分题，他要在这个全国最高的平台上，把正确价值观和感恩之心彻底演活。首先，我的母校和老师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。相比我个人那4个家庭承受的痛苦，更需要这笔钱的抚慰。去年我进入恒达地产后，许教授一直教育我，做人不能忘本。恒达的企业文化让我明白，一个人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，要懂得回馈。
更何况我是一名党员，这笔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，意义比我个人享乐大得多。学校、公司、导师、党组织，该点的人物，该表的中心，刘洋一个不落。老记者们明知他在带货宣传，却被这滴水不漏的格局震撼得无话可说。20万买一个全国瞩目的金身，这买卖太值了。媒体的效率惊人。当晚，央视新闻联播直接点名恒达地产刘洋这个名字，第一次以英雄的姿态传入了千家万户。好，这小子简直是个天才，几千万广告费都买不来这个正面形象。刘洋立了大功了。这孩子太不容易了，恒达绝不能寒了功臣的心。罗总立刻发文破格提拔刘洋为工程管理中心副总经理，工资直接调到11级，再加上内部奖金20万，我要让全集团向他学习。洋洋，出事了！家里突然来了好几波记者，拿着相机到处乱拍。妈，别怕，那是正常采访，你就实话实说，家里房子破，没钱盖都没关系。真的没事，可吓死妈了！一贫如洗的形象已经立住，这下学校、公司甚至官方该给的补偿只会比那20万更多。舆论的发酵速度甚至超出了刘洋的计算，不仅恒达内部沸腾，刘洋就读的2所大学也疯了，校领导连夜开会要中奖。你们又是哪里的记者啊？老人家，您误会了，我是县里的负责人，特地代表县委县政府来看望见义勇为的大英雄家属。洋洋，你快听！县里的领导居然亲自到咱家来了，连县里都惊动了。看来这场戏的烈度比我想象中还要猛烈，但官面上的人情往往也是最不好把握的。三亚的20万巨款捐得轰轰烈烈，回报也来得快若闪电。刘洋刚下飞机，母亲的夺命连环电话就直接炸了过来。洋洋，县里大领导亲自来咱家了，领导发话了，咱家盖新房子的钱县里全包了。这还不算完，县里还给你爸和我直接安排了带编制的公家工作，我们以后也有工资拿，有社保了。妈，这是大好事，你们安心接受，以后在单位工作认真点就行。这20万不仅买了个金身，还彻底拔掉了家里的穷根，这份用命搏来的无形政治资本简直是无价之宝。摆平了老家的一切，刘洋回到宿舍倒头睡了个昏天黑地。第二天一出门，他却撞上了一脸见了鬼的刘永卓。我靠，刘洋你终于醒了！集团给你发红头文件了，你被破格提拔为副总经理，工资直接飙升到11级。提拔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合着你这个正主还蒙在鼓里啊！不仅升职，集团还给了你2个大奖，足足20万现金啊！你捐了外面的，工资全给你砸回来了。这顿大餐你逃不掉，今晚必须请客去洗澡。行，没问题。今晚叫上红军，咱们去好好潇洒，费用我全包。升职加薪的喜悦还没捂热，等待刘洋的就是千斤重担。刘洋，下周一你就去金币项目驻场主持全面工作，老板亲自砸了第一锤。现在全国媒体都在死盯着我们，如果重建的园林达不到精品的标准，丢的不仅仅是你的脸，更是整个公司的脸面。杨总您放心，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要是干砸了，我自己卷铺盖回老家种地去。你小子少来这套，你爸妈都有政府编制了，你哪还有地可种？滚去干活，把这块硬骨头给我狠狠啃下来。临危受命，刘洋必须去顶楼向权力的绝对核心报个到。可当他刚踏出电梯，就被2个黑衣保镖死拦住。请问有预约吗？我是工程管理中心的刘洋，来向徐主席汇报一下工作。你先在会客区等着，老板现在有重要客人，不见外人。什么时候老板办公室门口还配专职保镖了？这排场，许老板是越来越飘了。舞蹈队的姑娘，这就是所谓的重要客人。刘总，老板请您进去。当老板果然不容易啊，日理万机，连指导业务都要争分夺秒，身体能不虚吗？这家公司的水比我想的还要深，看来好戏才刚刚开场。顶楼那间极尽奢靡的办公室内，许老板一扫之前的疲惫，看着凯旋的刘洋，毫不掩饰眼中的赞赏。老师，我回来了。这次你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不仅为民除害，更让嘉信在全国狠狠露了脸。这对咱们的全国战略简直是一次无价的宣传。金币项目，杨总都交代了吧？都交代清楚了。下周一我就去项目驻场，保证拿下这颗硬骨头。很好，明天上午集团开庆工会，你准备个发言稿。另外，以后你来我办公室不用预约，只要没别人，随时直接推门进来。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在公司内部却代表着无上的特权。刘洋的信任等级迎来质变，彻底打入了权力最核心的圈层。带着老板御赐的特权，刘洋转身去了招投标中心，他必须抢在定标前
解决掉最大的隐患。哟，咱们的大英雄来了，那种悍匪你都敢硬刚，我是真心佩服。林总，您就别捧我了，我事后回想也是一阵后怕。今天来是为了金币项目定标的事。放心，我们筛选了华南前5的绿化公司，新图纸一到，马上按最低价中标原则发标。林总，这正是我最担心的。景观园林直接决定项目品质，绝不能为价格论。为了效果，我想申请特批，改用综合评标法。刘总，施工类招标严禁综合评标，这是集团的铁律，必须谭总和徐主席首肯。走，我这就陪你去趟谭总办公室。最低价中标往往意味着施工单位会偷工减料，为了保住金币项目，刘洋只能硬刚这条铁律。怎么，今天大英雄有空来我这儿了？谭总，上次开会我冲撞了您，今天特来赔罪。金币项目的招标，我想申请特批，同样的食材，低价单位做出的效果绝对天差地别。废除最低价，你怎么有效控制成本？又怎么杜绝人为操作和腐败空间？如果全国项目都照这个模式玩，成本绝对失控，这个责任你刘洋负得起吗？谭总，全局问题确实是我考虑不周，但金币项目是嘉信的门面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如果为了省钱搞出一个劣质园林，那前期1500万的拆除费就全打水漂了。鉴于金币确实特殊，我可以给你写这个特批报告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老板最看重的就是利润，这动了公司的根本规矩。最终徐主席批不批，我绝不敢保证。最低价中标是所有地产公司控制利润的命脉。现在我要动这块最核心的蛋糕，一向精于算计的许老板，真的会为了品质妥协吗？这场权衡利弊的生死博弈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谭总的让渡，让刘洋暂时松了一口气。这场惊险的博弈，他赌赢了。特批报告我给你批，但最终成不成，还得看老板。感谢谭总支持，以后您一句话，我随叫随到。那我马上走加急流程，抓紧报给徐主席。招投标的雷暂时稳住了，接下来必须拿下明天的表彰大会。当晚，刘洋赶到了3人常聚的饭馆，刘永卓早就等得极不耐烦了。你请客还迟到，老子今晚必须狠宰你一顿。明天全集团表彰大会，我得背发言稿，你懂个屁！行了，别吵了，我带了2瓶五粮液，今晚喝个痛快。给你们透个底，公司下个月要搞大型招聘会。招人有什么稀奇的？难道公司要倒闭了？这次全招地产精英，听说老板要派人去全国开疆拓土了。全国化布局提前了，这是个天大的机会，我必须抢下开荒负责人的名额。酒足饭饱后，刘洋回到宿舍，刚躺下，黄婉英的电话就打来了。刘洋，怎么才接电话？你到底在干嘛？刚和刘永卓吃完饭，正准备睡呢。怎么了？周末来中大找我，我有重要的事情，必须当面和你说。行，那我到了给你打电话。这女人又查岗，算了，周末去一趟吧，就当哄哄她了。第2天上午，恒达表彰大会隆重召开，台下座无虚席，场面极为浩大。感谢徐主席的栽培，未来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嘉信的品牌。说得好，极其深刻，宣传部记下来，这就是恒达的精神。许老板满脸激动，他亲自上台，递给刘洋一块写着20万的巨型奖金牌。20万真金白银，这道无敌的护身符终于到手了。这时，刘洋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银行的入账短信。26万，名利双收，接下来就是抢占全国市场的首功了。3亚的奖金连同各方奖励，刘洋的银行卡里足足躺着26万巨款。这笔钱在2004年足以在2线城市全款买下一套大房子。但刘洋没有半点犹豫，他熟练地打开了股票交易软件，屏幕上茅台的 K 线图正在一路高歌猛进。不到1年时间，61万本金滚到了76万，足足赚了15万多。钱来得太快未必是好事，这笔资金将是我以后做事的底气。周末的阳光透过香樟树叶，细碎地洒在中大校园的林荫小径上。交完住会报名费，全身上下只剩100多块的刘洋，正靠在树干上悠闲地抽烟。哎呦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靠！难道昨晚洗澡搓背的事情暴露了？刘洋，都怪你，到现在我亲戚都没来。你亲戚没来怪我干什么？我又没去火车站接。你直接说小姨妈不就行了？没这么准的吧？错你个大头鬼！你是不是不想负责？我还在上学啊！婉英，你先别哭，你在楼下等着，我现在就去药店买试纸。刘洋，你怎么对这东西这么熟悉？刚才买的时候特意请教了药店阿姨，人家教得仔细。你赶紧进去测，我先出去避嫌。刘洋，你看，没有2道杠，只有1条线，我没怀孕。你看，虚惊一场吧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等一下，刘洋，我亲戚好像真的来了。周一上午，金币项目的中心景观园林招标如期举行，偌大的会议室里气氛极其肃杀。作为项目的绝对一把手，刘洋端坐在主考官的核心 C 位。我不管你们有几个证，我只看实战经验，谁能解决现场的死局，谁就能拿下这个标。刘总、刘波，今天下午还要进行商务谈判，确定中标单位，估计得耗到大半夜了。
你看这进场时间。林总，我理解招投标的难处，我不为难大家，只要今天能定下来，明天立刻安排他们进场。刘总霸气，今天就算通宵，也绝对把队伍给你定死。入场券已发，好戏开场了。打完最后通牒，刘洋乘电梯来到地下停车场，远远的他就看到项目部的工程助理王飞正站在一辆黑色桑塔纳旁，像个极其忐忑的迎宾员一样伸长了脖子张望。刘总，好久不见，上次检查的事确实是我态度有问题，我给您赔罪。王经理，过去的事就翻篇了，但这次的中心原理你必须给我死死盯住，从材料进场到每一道工序，我不允许出半点岔子。两人坐进车内，车门关上的瞬间，狭窄的空间里气压骤降。徐主席亲自砸了第一锤，全国媒体都在盯着，如果搞砸了，你卷铺盖走人，我也得跟着滚蛋。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，明白吗？刘总，您放心，我王飞拿脑袋担保，绝对不辜负您的信任。车子直接开进金币项目部的零件板房区，王飞毕恭毕敬地推开原本属于前任老总的办公室大门，房间已经彻底清空，连床铺和洗漱用品都换成了崭新的。10分钟后，通知项目部所有管理人员到会议室开个短会。好的，刘总，我马上安排。会议室10几个项目核心成员正襟危坐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废话不多说，我只提3点要求：第一，明天施工队进场，开工前必须把图纸问题全解决，别等干完了才发现冲突。第二，所有工人进场必须做安全交底，我要看到每一个人的签字画押。第三，材料验收给我往死里严，参数和观感只能高不能低，发现不合格的直接退货，不用向我请示。明白，刘总。蜈蚣，我办公室那台电脑太破了，跑不动图纸，走报废流程，去给我买一台最新的苹果笔记本。好的，刘总，我等会就去采购。顺便再买一套简单的功夫茶海放我办公室，去之前找财务预支，别自己垫钱。谢谢刘总体谅，我马上去办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随着中标单位越是远景的人员机械轰隆隆的开进现场，刘洋彻底进入了极其疯狂的战斗状态。刘总，好消息，正式定标了，越是远景公司，明天大部队全面进场。谢了林总，等我杀回集团，一定请您喝顿大酒。这些糖衣炮弹防不胜防，想用这点小钱把我拉下水，简直做梦。周六晚上，被工地琐事缠身的刘洋，紧赶慢赶，终于来到了中大附近。我靠，婉英的表弟看起来就是普通大学生。发什么呆啊，快过来，小明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刘洋。小明这名字好，现在我不是什么刘总，就是他姐夫。这小子是块好料，以后肯定有出息，我也得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路走扎实。4月19日，金碧世纪花园项目的施工现场，重型机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烈日炎炎下，整个中心园林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石材铺贴阶段。这块收边处理的太粗糙了，立刻给我砸了重做。图纸上的细节，谁敢打折扣，直接滚蛋。明白，我马上安排工人返工，绝对保质保量。刘洋同志，你好啊！有个天大的好消息，省里和市里的称号批下来了，见义勇为先进分子，明天赶紧来3亚参加表彰大会领奖金。王所长，非常感谢您的通知，但我现在身处一线，项目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实在抽不开身，那些荣誉证书和奖金，就麻烦您受累，帮我带领一下吧。区区虚名，何足挂齿？眼前这片正在重生的废墟，才是我亲手缔造的真正战场。伴随着一阵杂乱的惊呼声，金碧项目东南角的管网施工区彻底陷入了混乱。一名工人踩空，直直地坠入了2米多深的雨水井中。刘总，人没生命危险，就是退车了，我们马上送医院打石膏。这坑怎么回事？四周连个警示带都没有，你们瞎了吗？刘总，这井是管网单位挖的，他们管子没下，也没做防护，真不怪我们啊！天天开例会，我强调了多少遍安全第一，这么大的坑连个栏杆都没有，你们安全部是干什么吃的？刘总，如果这不是2米的雨水井，而是6米深的化粪池呢？那是会死人的。你到底能不能干？不能干，马上给我打辞职报告。刘总息怒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问题。昨晚风大，把警示带吹跑了，医药费我们公司全包。哼，今天这事就算了，但从今天起，每天安全教育必须提前5分钟，全场给我地毯式排查，我要看到每一张整改照片。一场风波暂时平息，但这场虚惊让刘洋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权力和资本的脆弱。回到办公室，他立刻打开那台崭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，熟练地登录了股票交易系统。1700股买入，账户总市值86万，只有握在手里的真金白银，才是东山再起的唯一底气。蜈蚣，早上摔骨折的那个工人，明天你代表项目部去医院好好慰问一下。明白，刘总，我多买点高档水果和营养品，再去找财务预支1000块现金，一起带过去，全当是咱们甲方的一点心意。刘总深谋远虑，我马上就去走流程办妥。办公室重新归于死寂，刘洋走到高档的功夫茶海旁，不疾不徐的烧水、洗茶，沸水翻滚的咕噜声中，桌上的手机突兀地震动起来。喂，妈。洋洋，咱家那老土房今天上午已经扒掉了，县里本来要给咱盖2层小洋楼，
我和你爸硬是没同意。妈，您跟我爸做的对，树大招风，真要盖了洋楼，以后肯定有人眼红嚼舌根。就是啊，所以我们就让盖了3间大砖瓦房，体面又不招摇。对了，村支书最近3天2头来打听你。村支书他打听我干什么？还不是看你出名了，想让咱家给村里族谱多捐钱。他要是给你打电话，你千万别接。妈，您放心，大家出多少咱就出多少，我绝不当这个冤大头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在刘洋极其高压的铁腕统治下，金币项目再也没出过任何岔子，工程进度如同上足了发条的机器，疯狂向前推进。明天许老板就要亲临现场验收了，恒达的权力王座我来了。次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金币世纪花园的工地上，气氛凝重的如同即将开拔的战场。徐主席好，各位老总好。刘洋啊，今天可是交卷的日子，对自己能拿几分，有信心吗？徐主席，信心绝对有，试卷早就检查无数遍了，就等各位领导批阅了。至于分数嘛，就看各位领导敢不敢给满分了。瞧瞧，这小子是在将咱们的军啊！大家今天都把眼睛擦亮了，好好挑挑他的毛病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看货。刚踏入西南大门，一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奢华画卷猛然砸在所有人的眼前，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恒达高管们，瞳孔都不由自主地微微放大。各位领导，这就是我们的答卷，中心绿化率从30%直接拉升到45%，高乔木做骨架，中灌木封层次。我们要的是4季有景，3季有花。大家看，这是特调的改良营养土，混合河沙和有机肥，透气保水。我敢保证，苗木成活率绝对大于95%。一上午堪称苛刻的挑剔视察，刘洋硬是交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满分答卷。到了中午，他并没有安排5星级大酒店，而是极其大胆地把这群顶级大佬领进了简陋的工人食堂。各位领导辛苦了，喝点大麦茶解解渴。卖相虽然粗犷，但吃起来绝对香，请领导们尝尝咱们一线大锅饭的味道。香，真他娘的香！这味道让我想起当年在钢铁厂吃大锅饭的日子了。酒足饭饱，视察团准备拔营回府。徐主席，听说集团下半年要派人去全国拓荒，怎么在总部待腻了？趁年轻就得多历练。我想为恒达亲自去前线打江山。想去可以，但有个前提条件，把金币项目给我清清爽爽的交房，不能留半点尾巴。您放心，下去之前绝对交得干干净净，绝不丢脸。好，等交付完，我亲自给你定去处。王妃，明天保洁全面进场，所有人下沉宫殿，一户一验室排查。开荒过程中，谁敢弄坏1点已完工的设施，让他按原价10倍赔偿，直接滚蛋。明白，刘总，我马上安排下去，绝不留死角。金币只是个跳板，全国的广阔天地才是我的终极战场。6月16日，粤市的气温瞬间飙升到了32度，整座金币世纪花园工地像是一个巨大的高压锅。刘洋在密不透风的楼栋里，像个疯子一样，逐层逐室地进行着交付前的最后死磕。胶条松了，没看到吗？这点细节都漏掉，你们是来养老的吗？明白，刘总，我马上通知整改。还有这块玻璃，通知单位，明天必须换新的，3万部，这只是开始。回到项目部，刘洋顾不上休息，他习惯性地打开那台昂贵的苹果电脑，一则极其震撼的互联网弹窗新闻，瞬间夺走了他所有的呼吸。又一家互联网公司在档上市了。互联网这块蛋糕太大了，可惜现在我一个搞土木的没资格入场，但迟早得想办法分一杯羹。进不去港股，那就先弄个港岛身份，两全其美，提前布局。刘洋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把电话打给了他最强大的靠山许老板。在得到许老板的首肯后，他迅速拨通了一个极其傲慢的香港号码。喂，恒达香港办事处，请叫我 David 就好。David， 我是集团工程中心的刘洋，我要申请专才计划。刘总，这事不合流程，我们没法保证成功。徐主席已经亲口同意了，他让你全力协助我，听懂了吗？原来是徐主席的意思。没问题，刘总，明天就把材料清单发给您。刘洋回来的老油条，也只配听老板的名号。处理完宏大的身份布局，刘洋窃回了那个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恒达3剑客 QQ 群。王红军转正及升迁经理助理的消息，让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刘总，大忙人冒泡了，红军升了，今晚老地方请客。胖子，别阴阳怪气的，听说人力部的石总也准备提拔你了，你那舔功我是佩服的。靠，谁在造谣？论舔功，你才是祖师爷。行了，别贫了，晚上6点半，老地方占座。
胖子，你们人事部能不能干点人事？红军，把你的范本发我，我要直接改。夕阳的余晖将整间办公室染成了血色。刘洋站在窗前，看着手中那份沉甸甸的港岛调动合同草案。身份只是第一步，权力、资产，我要在这时代大浪里把天捅个窟窿。夕阳西下，刘洋随意地拎着2瓶价值不菲的飞天茅台，大步流星地走向那家熟悉的苍蝇馆子。哟，刘总，好久没喝酒了，今天必须狠狠火火。滚蛋！喝我的还少吗？有种你今晚别喝，看着我俩喝。那不行，我得带着批判的眼光，坚守本色，这种重担必须让我来扛。来，先走一个，庆祝红军同志高升，也预祝刘永卓早日高升，脱离苦海。还有刘总，项目早日顺利交付。几杯烈酒下肚，气氛逐渐被推向高潮。刘洋抛出了一个足以改变3人命运的惊天大雷。刘永卓集团下半年开拓市场，我准备下去。靠，刘洋你疯了！留在总部多好，去下面纯属找死，折腾几年灰头土脸，为这早被认定了。留在总部是安稳，但全国化是必由之路。现在下去就是割据一方的开路人。知道区域高管的吸引力吗？区域高管有项目分红1%的净利润直接进你们的口袋，10亿的项目就是200万的奖金池。在总部你得熬多少年？风险大，收益高，你们2个愿不愿意陪我？包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好，干了。靠，红军你啥意思？跟酒干了还是跟刘洋干了？字面意思啊。刘永卓，你呢？留在总部当人事，还是跟我们去干人事？老子干了，撑死胆大的，得死胆小的，以后跟着刘总吃肉。好，我也干了。第2天一早，带着宿醉的剧烈头痛，刘洋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，死死定在交付前夕的项目工地上。就在他刚想停下稍微喘口气时，一通跨海电话猛然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刘总，合同发您邮箱了，打印签字寄给我，一切顺利的话，1个月就能下签证。太感谢了 David， 效率太高了，我下午就寄出，绝不耽误。时间转眼来到7月1日，这一天，企鹅刚刚上市没多久，而刘洋重仓死守的茅台却向他扔下了一枚真正的重磅炸弹。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，同时转增3股，免除个人所得税。24530股基数，一次性转增7000多股，现金分红直接到手5800。看着计算出来的结果，刘洋没有半分犹豫，就将刚到手的微薄现金全部投入。趁着除权低价，再加仓300股，互联网股票涨得再猛又怎样？茅台这种送股奶牛才是真正的复利之王。经过一系列操作，刘洋的持仓总量从24000多瞬间暴拉至32189股。高压的冲刺期让整个金币项目部如同上足了发条的战争机器，疯狂且超负荷地运转着。而许老板一笔带着极致金钱诱惑的专项奖金，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肾上腺素。刘总，园林提前完工，徐主席特批5万，明天下班交方案。明白，李工，明天下班前准时发给你5万块，怎么分？2万5必须进我的口袋，剩下的按死工资基数均分，吃大锅饭才能买下这帮人的命。刚把充满铜臭味的分配表发出去，刘洋的私人手机就像催命符一样震动起来。喂，婉英，正想给你打呢，咱俩真是心有灵犀。刘洋，少来这套，我不找你，你想不起我。真没骗你，明天周5我去探望领导，深刻检讨。哼，明晚宿舍聚餐，红军和唐麦也来，你必须到。去啊，媳妇的聚会，我这个家属怎么能缺席？画面一转，空荡荡的食堂内，承包商黄姐端着一盘菜凑到刘洋面前。刘总，我特意留的菜，别人饿着，您不能饿着。谢谢黄姐，我吃饱了，你去忙吧。只要食堂不出大乱子，他根本懒得去碰这些盘根错节的烂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第2天傍晚，刘洋仓促地来到了火锅店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太堵了，让大家久等了。哼，每次都迟到，你这人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？这不能怪刘洋，项目正冲刺，他走不开。闭嘴，吃你的饭，少插嘴。我的错，今晚这顿火锅我买单，大家随便吃。那吃完饭，我请大家去 KTV 唱歌。就在刘洋以为危机解除时，一直冷眼旁观的唐曼突然放下筷子，扔出了一枚极具毁灭性的重磅炸弹。刘洋，你要去外地，还带上红军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要去外地，为什么瞒着我？我算什么？你先别急，事情还没定，定了我再告诉你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这么大的事，全凭别人告诉我。刘洋，明差10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你合适吗？唐曼，干工程就是四海为家，下一个项目在哪？你能保证吗？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出击，去更有潜力的地方，抢回主动权。哼！你在集团有职位，干嘛非要跑？留在这里不行吗？他看着身旁毫无察觉的女友，只觉得胸口憋着一团火。我的姑奶奶，我在前线拼命。
命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既然已经决定了，那你们的目标城市是哪？我们打算去武士。武士，你确定去武士？那可太巧了，杭曼舅舅就在武士住建局，还是副局长。这哪里是巧合，这分明是老天送我的江城通行证。凌晨6点半，清晨的阳光斜斜地打在凌乱的被褥上。刘洋被闹钟吵醒，他揉着酸痛的腰背，看着缩在被子里呼呼大睡的黄婉英。醒醒，我要回项目了，起来，我先送你回寝室。你自己走吧，我在睡会，反正没课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，赶紧洗漱，我在楼下车里等你。你不会脸没洗，牙也没刷就下来了吧？快开车，被同学看见，丢死人了。周六，黑色桑塔纳驶回金币项目部。虽然是周末，但整个工地早已进入了交房前的极限冲刺模式。刘总，您这车去市区超速好几次，分不够扣了，我下午去交警队处理一下。辛苦无功了，顺便去看看财务的开荒费，钱不到位，保洁干活没劲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会议室内，空调冷气开到了最低，但气氛却依然焦灼的令人窒息。所有人都在盯着主位上的刘洋。今天各路神仙都到齐了，大家一起奋斗了这么久，都是缘分。但既然是缘分，咱们就得好聚好散。谁敢在交付关头掉链子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很多人不理解，竣工备案都签了，为什么还要搞什么整体预验收？因为备案解决的是能不能住的问题，而我的预验收解决的是业主满不满意的问题。我是这套标准的起草人，在我这里没有差不多，只有绝对完美。金币世纪花园是我给许老板递交的最后一份军令状。逼仄的会议室内，几十号大老爷们的汗味和劣质烟草味混杂在一起。刘洋站在主位上，犹如一尊冷酷的煞神，他的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在这些老油条的心尖上。我不希望交付完一看漏水裂缝，我不希望听到业主戳着脊梁骨骂娘。大家想想，在粤市买套房要多少钱？那是倾尽几代人的命。换成你们掏空家底，发现质量问题，会怎么想？直到2006年，国家才出台分户验收的强制规定，而此刻，刘洋正以一己之力，将这项足以颠覆行业的最高质量管控标准，提前整整2年强行砸进恒达的基因里。3天时间，全维度排查，7天整改，必须闭环。谁敢在中间掉链子，我处理谁。没有我的签字，最后一笔款，谁也别想拿。刚结束了那场充满硝烟味的会议，刘洋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，他刚闭上干涩的双眼，准备强行回血。办公室的门被极其粗暴地撞开。刘总，有个情况，3天完成排查，咱们人手根本不够，缺口太大，能不能延期几天？不行，1天都不能拖。你先去落实其他准备，人手的问题我来解决。等王菲离开，刘洋死死盯着桌上的座机，他的大脑开始急速运转。他不仅要兵，他还要借许老板的事，打一局极其漂亮的空手套白狼。老师，我是刘洋，金币项目今天启动预验收，这是新标准的第一站。我想请总部的同事来现场指导，帮我们把控细节，打造标杆。预验收今天就开始，不错，第一枪要打响。光工程部来，格局小了，区域内其他项目全派人去，就在你那里搞现场观摩培训。太好了，感谢老师支持，我们全力配合，绝不辜负机会。下午1点，挂着集团总部和其他项目不公牌的免费外援，犹如神兵天将般接管了战场，带着观摩学习的尚方宝剑，整个金币项目的验收变成了一场丧心病狂的地毯式扫荡。7天的地狱级连轴转。周一上午10点，当王菲将最后一份100%闭环销项的报告拍在桌上时，一场属于胜利者的冲锋号正式吹响。通报一个好消息，预验收全部闭环。王经理，尽快拿备案证，遇到卡点立刻找集团。好的，刘总。物业通知到位了吗？你们是一线，绝不能乱，资料分装必须万无一失。全部通知到位，支援人手，周5就位演练。财务退款必须快，别让业主因为几千块钱骂娘，把好感败光。我拿你是问。明白，刘总，绝不出错。蜈蚣搞个喜庆的拱门，拉横幅，放气球，花不了几个钱，情绪价值要拉满，让他们觉得是回家，不是来扯皮的。老师，我是刘洋，金币项目今天启动预验收，这是新标准的第一站。我想请总部的同事来现场指导，帮我们把控细节，打造标杆。预验收今天就开始，不错，第一枪要打响。光工程部来，格局小了，区域内其他项目全派人去，就在你那里搞现场观摩培训。太好了，感谢老师支持，我们全力配合，绝不辜负机会。下午1点，挂着集团总部和其他项目不公牌的免费外援，犹如神兵天将般接管了战场，带着观摩学习的尚方宝剑，整个金币项目的验收变成了一场丧心病狂的地毯式扫荡。
7天的地狱级连轴转。周一上午10点，当王菲将最后一份100%闭环肖像的报告拍在桌上时，一场属于胜利者的冲锋号正式吹响。通报一个好消息，预验收，全部闭环。王经理，尽快拿备案证，遇到卡点立刻找集团。好的，刘总。物业通知到位了吗？你们是一线，绝不能乱，资料分装必须万无一失。全部通知到位，支援人手，周5就位演练。财务退款必须快，别让业主因为几千块钱骂娘，把好感败光。我拿你是问。明白，刘总，绝不出错。蜈蚣搞个喜庆的拱门，拉横幅，放气球，花不了几个钱，情绪价值要拉满，让他们觉得是回家，不是来扯皮的。会议室的硝烟刚刚散去，刘洋把自己砸进老板衣里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极其清脆的短信提示音，犹如一剂强心针，瞬间刺破了办公室的死寂。绩效拉满了，2.5万的奖金，1.6万的工资，涨了1.7块，3.2万股，1个月净赚5万起，累死累活干工程，1个月也就1.8万块。资本市场才是真正的加速器。7月17日，集中交付第一天。在2004年这个房地产狂飙的野蛮时代，交房现场根本没有后世的精致与仪式感，简直像个彻底失控的疯狂菜市场。杨总，欢迎您亲自来，蓬荜生辉啊！发型不错啊，还打了发胶，挺骚气啊。没办法，才华太出众。油嘴滑舌，去年面试你可像个闷葫芦，看来我真是看走眼了。领导，我这叫假性内向。遇见您这种伯乐，本性就彻底暴露了。我办公室有罐顶级的铁观音，没拆封，您带走。拿了我的茶，以后可得提携我。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看来得给你加点担子了，不然对不起你这罐茶。交付战役大获全胜，庆功宴上，刺鼻的酒精味混合着谄媚的江湖气，几乎要将包间的房顶掀翻。刘总，但我买过了，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。您一句话，赴汤蹈火。张经理，敞亮，来日方长，合作愉快。刘总，这壶是1半矿泉水，您悠着点。凌晨的月市街头，霓虹灯在车窗上拖拽出光怪陆离的残影。老旧的桑塔纳里，2个背负着地域偏见与极度渴望的底层年轻人，正在完成一场最彻底的灵魂劫阵。蜈蚣，挺机灵啊，知道我明天要去见许老板。刘总的事都是大事，我得留着量，给您当司机。买房了吗？没钱，没背景。对象嫌我在粤市没根，吹了。老家穷，我是河省的，出门别人都防着我。巧了，我是皖省的，偏见算个屁！老子明天就去见许老板，我要拿下武士，裂土封王。蜈蚣，我只问你一句，想不想跟我干把大的？逼仄的桑塔纳车厢内，2个背负着沉重地域偏见与极度渴望的底层年轻人，正在完成一场赌上命运的结盟。蜈蚣，想不想跟我去武士干把大的？刘总，我愿意，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。低调，这事还没成，烂在肚子里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我绝对不吐半个字。凌晨2点半，刘洋刚回到宿舍，就被刘永卓吓了一跳。我去，吓死老子了！刘永卓，洗完澡不穿衣服的吗？刘洋，你大爷的！你不是住在项目上吗？明天见许老板，真要提去武士的事了。你的助理经理月底发文，这是咱们的筹码。够意思！等到了江城，兄弟带你去最好的洗浴。身份变了，这种地方少去，要注意形象，别给我丢人。切，装什么装？以前你去的比谁都勤。第2天上午，嘉信总部顶楼的空气仿佛都经过了极其昂贵的过滤，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权力味道与金钱的芬芳。刘总，早，老板还没到，您先坐。好的，辛苦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许老板来到了顶楼。老师早。刘洋，杨总把你夸上天了，接下来怎么打算？还是那句话，我要下去武士开疆拓土。武士的水比你想象的深，你资历浅，我怕你一脚踩空。刘洋丝毫不惧，递给许老板早已准备好的文件。许老板看了之后震惊不已。走常规路径的话，咱们永远追不上万科，规模才是王道，只有高周转才能后来居上。这套模式你想怎么做？只要执行下去，未来10年咱们能再造20个嘉信，再造20个恒达。这7个字如同一颗当量的战略级核弹，在许老板的心海中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他仿佛已经看到，在高周转这台疯狂引擎的驱动下，恒达的蓝色战旗以摧枯拉朽之势，将所有老牌地产巨头狠狠踩在脚下。想法很大胆，实操性很强。当你的毕业论文绰绰有余。谢谢老师肯定，回头我好好修改，请您把关。这个不急，模式能不能跑通，会不会水土不服才是关键。通知罗总、杨总，
谭总还有林总、石总，马上到我办公室。对，现在。5分钟后，恒达集团最具权势的8位诸侯，带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，鱼贯而入。宽敞的会客区瞬间变成了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博弈场，而这场风暴的中心，竟然是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。罗总好，谭总好，杨总好。你小子怎么跑这来了？上午没看到你啊？别说你了，我刚出电梯就被他堵了。哦，我说呢，直接跑老板这，越级献宝来了。杨总，您可饶了我吧，事情太大，我怕给各位添麻烦，才先来汇报的。行了。别演了，今天叫大家来是听听刘洋的战略构想。刘洋，开始吧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了他那足以颠覆行业的疯狂布道。然而，当他满怀激情的阐述完毕后，迎接他的不是掌声，而是8位大佬极其冰冷，甚至带着敌意的沉默。我总结一下，就是用高杠杆撬动贷款，拿地即开工，销售即回款，像滚雪球一样爆发扩张。杨总总结得非常到位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、采购、施工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极致的标准化，才能最大程度的压缩成本和周期，控制风险。全面标准化，一套图纸打天下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房地产不是流水线，市场在变，南北方气候、客户习惯能一样吗？千篇一律的房子卖不出去，你拿什么回款？石总的炮火极其猛烈，这不仅仅是学术探讨，更是极其残酷的权力护城和保卫战。动了别人的奶酪，就得做好被撕碎的准备。此刻的刘洋已经彻底没有了退路。石总说的对，但标准化是必选项。我们可以建立产品线分级体系，比如高端的华府系、刚需的花园系，在标准模板上进行微调。核心原则是绝对严控成本超支，遇到极个别特殊地块，一事一议，树挪死，人挪活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刘洋，你怎么说话的？石总是提醒你，怕你走弯路，你怎么不识好歹？石总，对不起，我太心急，没过脑子，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行了，今天是对事不对人，遇到困难就去解决问题，把路找准。徐主席说的对，我们成本中心，全力克服困难。林总，你们招标这边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压力就是动力，我们保证压缩流程，全力保障开工。会议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实质。高周转这台疯狂的资本印钞机，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极度的亢奋与战栗。就在这时，集团2把手罗总裁极其冷酷地按下了暂停键。逻辑是通的，但前提是房价必须持续上涨。一旦市场转向，资金链必断，这个风险恒达承受得起吗？罗总，您说的对，但按部就班，永远追不上半科。我们绝不能只看眼前的波动，要看国运大势。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还不足40%，未来10年将有数亿人口涌入城市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迁徙，带来的是绝对海量的刚需。我们要用5年先冲规模，然后再降负债，平稳过冬。我不反对，但我保留个人意见。都不反对，那就是成了。你在武士打出样板，就是头号功臣。杨总，您别捧杀我，离了各位老总，我算个屁啊！极其圆滑的表态，让会议室的气氛终于缓和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直冷眼旁观的许老板终于拔出了那把足以号令诸侯的无上权剑。去武士的事就这么定了，刘洋，你来牵头。明白。拿个筹备方案，直接报给我。跨部门推不动的，直接找我。谢谢老师，绝不辱命。中午12点，刘洋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，他的白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，他死死盯着白板，手中的马克笔在上面极其狂躁地画着极其复杂的权力架构图。恒达的财务管控严得变态，想节流资金根本不可能，钱袋子拿不到，那人事权必须死死攥住。下午1点，刘洋敲开了杨总的门。刚刚在许老板面前还指点江山、气场全开的刘洋，此刻瞬间收起了所有的锋芒，换上了一副极其愁眉苦脸的凄惨模样。杨总，我心里发虚啊，赶鸭子上架太难了。哼，现在知道怕了。上午在徐老板呢，不是挺能吹吗？那是被逼的，我可是您手下的兵，您得救我。说吧，想要谁？王红军是吧？杨总神机妙算，我这点花花肠子全被您看透了。我这边没问题，但最后得梁总点头。那个杨总，计划组的汤经理业务挺强。滚蛋！你想得美。再废话，王红军你也别带了。别，我开玩笑的，我这就滚。您消气。
石总好，您忙着呢。哟，是刘洋啊，你可是稀客，怎么为筹备武氏区域公司来我这薅羊毛了？石总您明察秋毫，这不是缺人手，第一个就想到您了吗？打住！你现在的风评在集团高层里可是声名远播，上午舌战群儒，下午四处挖人，又看上谁了？我先把话说明白，除了刘永卓，其他人只要自己愿意，你随便调。石总，您这不是提前把我要说的话给堵死了吗？您也知道，胖子跟我是同一批教招的，我用他用的顺手，是真离不开。刚去陌生地方，身边总得有几个信得过的自己人，心里才踏实不是？人力资源中心人才济济，少他一个照样运转。可我那边初创艰难，就缺这么个贴心人。听你这意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战友情呢。刘洋心想，您还真猜对了，相当深厚，还是一个泡赢的。石总您放心，去了武氏保证给他升职加薪，等过个1年半载架子稳了，我保证完璧归赵。行了行了，就你此耳朵，自己去跟他说，记住你今天的话，到时候我要调他回来，你可别耍赖皮。石总放心，他要是敢推脱，我绑也把他绑回来。赶紧走，看见你就烦。好嘞。对了，明天上午筹建小组会，您可一定得来指导啊。怎么样？石总这么说，先去我办公室再说。刘总，怀友来我办公室一趟，还是有独立办公室好啊，抽烟都不用偷摸跑楼梯间了。瞧你那点出息，等去了武氏，你自己安排一间大的，想怎么抽就怎么抽。那我可就提前谢谢刘总了。怀友，放松点，你看看刘永卓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他办公室呢。叫你来是商量个事，集团要在武氏成立新区域公司，徐主席点将让我去负责，我想调你一起过去，机会难得，以后就不一定了。我知道你一直有回老家的想法，潮市离越市太远，武氏则近得多。汤怀友心想，武氏到潮市坐火车至少8、9个小时，这能叫近吗？交接完金碧世纪花园的工作，刘洋准备动身离开项目部。虽然他在这待的时间不长，但真要走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五味杂陈，有不舍，有释然，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。那一夜，刘洋几乎没有合眼，他把明天筹建小组会的 PPT 从头到尾又磨了一遍，组织架构、岗位设置、注册流程、办公选址，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。他要让所有人看到武氏区域公司，他刘洋准备好了。赵总早。刘洋来得挺早啊！投资拓展部孙斌，孙经理，公司注册的是由他负责。孙经理好，以后多麻烦您了。刘总客气了，应该的。石总早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后面公司的人事行政由他配合你。谢谢石总支持。刘洋，法务中新征集为张经理，区域公司法律事项由他负责审核跟进。张经理好，以后法律方面就仰仗您把关了。刘总放心，职责所在。不好意思来晚了，老史说你这边需要财务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郭总来得正好，谢谢支持。首先衷心感谢3位领导百忙中参会指导。我宣布，武氏区域公司第1次筹建小组会议正式开始。今天主要讨论3项内容：第1，明确小组职责分工；第2，讨论组织架构和核心岗位设置。投资拓展部牵头负责公司工商注册全流程。孙经理，你们最快多久能完成？正常流程20天，加急可以压缩到10到15天。关键需要财务条线全力配合办税务登记和银行开户。对了，资质问题我查过，武氏可以直接使用集团母公司资质进行项目运作，能省去大量审批时间。行，就按12天考核，方案审批后正式启动。刘经理，办公选址你可以提前先找。原则4点：武氏主流商务区，交通便利，按30到40人规模规划，并预留扩张空间，性价比要高。好的，刘总，我今天就开始搜集武氏商务区写字楼信息。等等，刘洋，你这 PPT 下面这行小字写的什么？让我看看。注册资本5个亿，区域公司决策权限1000万。嚯，你还真敢写啊？怎么不用白色字体写呢？小伎俩被当场揭穿，刘洋却面不改色，反而露出无辜的表情。赵总，这个昨天就传闻你刘洋是公司的小太子爷，我还不信，现在看这口气，哪是传闻，分明就是事实嘛！刘洋心里疯狂吐槽，我要是小太子爷，你还是小太子奶呢？不对，你他妈是个男的。各位老总误会了，这行字只是暂时这样写，最终不还得徐主席定吗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这方案一旦报上去，就等于在座每一位都同意了这个方案，到时候板子打下来，可不光是你一个人挨打。听听，这就是专业。刘洋，你这是想把我们都绑上你的战车啊？各位老总严重了，那您几位觉得多少合适？决策权限1000万，我不做评价，你去和各条线慢慢扯皮。但注册资本2线城市正常5000万到1个亿，武氏勉强算2线靠前，撑死1个亿。赵总，1个亿肯定不够啊！我专门了解过武氏土拍行情，稍微大点的地皮，光净买保证金就要1个亿。刘洋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，语气里带着一个创业者的焦灼。如果我们注册资本只有1亿，交了保证金，
别说拿地开发了，全员都得喝西北风，真得上街要饭去。刘总，我看你还是别带小刘去了，我担心你们上街要饭，小刘不抗了。刘洋的5个亿被赵总当场拆穿，但他反手就打出了一张更狠的牌——土拍保证金。会议室的气氛刚缓和一点，财务郭总就接过了话头。刘洋，土拍保证金确实是个问题，但集团可以对区域公司进行借款，或者根据项目需要临时注资嘛，没必要一次性把注册资本搞那么高，税负成本、验资压力都会增加，这些你也要替集团考虑。郭总，您说的我都懂，但公司出借、租房、装修、采购设备、发工资、日常运营哪样不要钱？我不可能公司刚成立就3天2头找集团借款吧？1次2次还行，次数多了，各位老总烦不烦？徐主席会怎么看我？当然，如果各位老总希望我刘洋以后天天堵你们办公室门口要钱，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我脸皮厚，为了工作不寒碜。你呀，最多再加2000万，注册资本1.2亿，这是底线。集团的现金流也紧张，你也要体谅集团的难处。那就谢谢郭总了，1.2亿就1.2亿，大不了我们发扬艰苦朴素精神，1分钱掰成2半花嘛。石总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你就是一地痞无赖。那事实总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赵总您慧眼如炬，肯定能看到我闪光的内心。刘洋嘴上拍着马屁，心里却在暗骂石总那老匹夫，昨天拆我台，今天还背后说我坏话，等着吧。行了，别贫了，注册资本就这么定，1.2亿，决策权限你后面单独找各条线沟通。现在继续说正事。好的，赵总，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，50区域公司组织架构和核心岗位设置。根据高周转模式要求，架构必须扁平高效，决策链条短。初期核心部门设定为8个：投资拓展部、开发报建部、设计管理部、成本招采部、工程管理部、综合计划部、法务部以及人事行政部。监察室和财务属于集团垂直管理，营销部暂时预留编制。刘总，我提一个条件，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必须由集团统一调配，不允许在当地外招，中层以下可以在当地招聘。石总，您提的这个原则上我没意见，但投资拓展和开发报建这2个部门有特殊性，需要深入了解当地土地市场，熟悉政府办事流程，拥有本地人脉资源，这些都不是集团空降干部短时间内能建立的。石总，刘洋说的情况确实存在，我们可以采用折中方式，这2个部门的负责人可以在当地招聘，但设置一个分管副总岗位，由集团调配干部担任，对这2个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。石总，我觉得赵总说的非常在理，设置一个分管投资的副总，既能体现集团重视，又能实际解决问题，也不用选别人了。我觉得孙经理就特别合适，孙经理本来就是集团开发中心的骨干，这次又负责50公司注册工作，让他兼任区域公司副总，分管投资拓展和开发报建，再合适不过了。那行吧，先按这个方案报，徐主席批不批再说。在场所有人都明白，筹备小组成员都同意了的事，徐主席一般不会提出异议，更何况是一个区域公司副总的岗位。刘总，谢谢您的推荐，您放心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兵，到了武士，您指哪儿我打哪儿。孙经理可不能这么说，你现在还是赵总下面的兵呢，让赵总听见多不好。刘总放心，刚才也是赵总让我过来跟您道个谢的。刘洋心里明白了，孙斌和赵总的关系比自己想的还要近。赵总这么卖力推孙斌上位，既是为了在武士安插自己人，恐怕也是真心想培养这个得力干将。孙经理不对，应该叫孙总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个锅里抡马勺的兄弟了。筹备的事情你可要上心。刘总放心，我肯定当自家事上心。就是这筹备方案写起来费劲，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啊，后面还要跟各个条线扯皮决策权限的事，想想就头疼。刘总，这个是我的强项啊，我知道怎么写能让领导满意，这事交给我，您审核修改就行。那行，我相信武士区域公司有了孙总的加入，将会如虎添翼。接下来1周多，刘洋忙得像陀螺一样穿梭于各个部门扯皮谈判，决策权限从1000万被砍到300万，但总归是拿到了集团的红头批文。好的，老师，马上到。刘洋啊，这次把你直接提到区域公司总经理的位置，我是顶着董事会压力的，毕竟你还年轻，集团里比你资历深经验多的人多的是，但是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，因为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到了和我一样的野心，那种不甘于人后想要闯出一片天的野心。刘洋被许老板盯得后背发毛，忍着不敢眨眼睛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别诞事了，我他妈前世鸡汤都喝撑了。武士置业公司是你的起点，也是集团新战略的试验田，我相信你能驾驶着这架马车在51路狂奔，我更相信等你回到集团时，能带着整个嘉信地产一路狂奔。我可一直记得你说的那句话，再造20个嘉信，不要让我失望。老师您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放心吧，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后天下午一起出发，去了武士甩开膀子干，不要有任何顾虑。好的，老师。即使早就知道结果，即使这半个月每天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，但当这封盖着大红章的文件出现在屏幕上时，刘洋的心脏还是狠狠跳了几下。22岁，区域公司总经理，在嘉信集团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，在整个国内地产行
行业也屈指可数。进，刘总，恭喜啊，集团正式发文了。敏姐，你们人事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那不一样，之前毕竟没发文，现在可是盖着大红章的文件，分量不一样。这是加盖公章的正式文件，您留存一份。机票已经订好了，后天下午3点的航班，你们8个人后天中午12点前到集团1楼大厅集合，公司安排车送你们去机场。谢谢敏姐。应该的。红头文件下发的当天中午，刘洋敲开了杨总办公室的门，后天就要飞武士了。临走前，他打算小范围请几位老总吃顿饭，表达一下感谢。杨总，现在忙吗？不耽误您吧？你大刘总过来，再忙也不能说忙啊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只要不是又来挖墙脚就行。人心中的成见就是一座大山啊！我现在在您这儿，就只剩下挖墙脚一个标签了，是吧？你要是来抒发感情的，出门左转上电梯，找你人事徐主席去。呀，杨总，我真有事，这不后天就要去武士了吗？临走前想请各位领导吃个饭，表达一下感谢。脑子还算清醒，我还以为你真飘了呢。集团里等着看你笑话的人可排着队，22岁的区域总，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都憋着劲呢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爱怎么说怎么说。现在笑得越多，将来打脸打得越狠。那你打算请哪些人？你、谭总、郭总还有石总。挺讲究啊，工程、成本、财务、人事，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，怎么不把石总也叫上？小心他以后卡你设计方案。不是我不请他，是人家压根没瞧上我这种地痞无赖。他要是真敢卡我方案，那就试试瞧。我反手给他来个先斩后奏，大不了回头再找徐主席认错一次，反正我脸皮厚。就你这样的，石总还真没说错，整个1-2皮脸无赖。行了，晚上下班再说，地方你定。天河国际酒店，晚上我坐您车。婉英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猜是不是你去武士的发文下来了？还是我媳妇聪明，我还没说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全集团独一份。刘洋，这次又是慢慢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的，你是不是又打算像上次那样，等人都到武士了再通知我？婉英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刚从许老板办公室出来，正准备给你打电话，结果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嫂子，刘洋说的是真的，我们刚开完会，他这才有空。行了，胖子，你不用替他打掩护。刘洋，你后天就要走了？对，后天下午的飞机。那晚上过来一起吃饭，王红军晚上也过来找曼曼。今晚不行，我约了公司几位领导吃饭，临走前总得表示一下，要不我吃完饭再去你那。到时候再说，你先忙吧。婉英，嫂子生气了。哎，女人啊，算了，不说这个。对了，王红军那狗日的彻底废了，被唐曼拿捏得死死的，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。胖子心虚得很，因为他也干了同样的事。发文出来的第一时间，他就截图发给了蒋瑶。此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回去赶紧把聊天记录上。白雪，发你一个截图，刘洋又升职了，不过要去武士了。这应该是嘉信内部文件吧？你从哪弄来的？胖子发给我的呀。你和胖子又好上了？什么叫又好上了？做不成恋人还不能是好友啊！再说了，我这还不是为了你。刘洋去了武士，不就和他女朋友分隔两地了吗？你要不要？瑶瑶，别再提这件事了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，互不打扰。好什么好？也不知道他刘洋上辈子积了什么福。没想到你这么抠门的人，这次射得下血本了。杨总，您可不能给我乱贴标签啊！我啥时候抠了？就你这2套衣服轮流穿，破手机舍不得换的人还不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带钱来嘉信上班呢。没办法，苦日子过来的人都这样，钱存在银行才安心。哟，2位到的挺早啊。谭总好，快请坐。刘洋啊，后天就要去武士了吧？以后我们这些老家伙就要靠你拿业绩喽。哪能啊，领导，都是你们支持。嚯，今天这是大出血啊！各位领导，在去武士之前，借这个机会衷心感谢各位这段时间的支持和帮助。没有各位领导，就没有我刘洋的今天。这第一杯酒，我敬各位。好，年轻人有冲劲。刘洋去了武士好好干，别给咱们嘉信丢人。杨总放心，我会把嘉信当自己家一样。对了，你们听说没有？舞蹈队准备扩招了，让各中心推人呢。听说办公室那边已经在你通知了，要求形象气质佳，还有身高要求。老许这次是下了本钱了。